上一世，父亲锒铛入狱，大哥被枪毙，二哥死于车祸，三哥被人打死，这一切皆因我无脑当舔狗，被人利用，不但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弄得家破人亡，原本和谐美满的幸福人生被人偷走，使我顾家凄惨落寞。如今我重生归来，定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顾云熙，你也太不要脸，长成这样也敢纠缠我哥，你也不撒泡尿照自己的样子。我家是光荣的劳动模范家庭，你呢？你爷爷是地主，你妈都不要你，跟城里人跑了，你爸你哥又都是街溜子，还有脸攀扯我哥，快哥，不然我就用牛粪泼你了。这是顾家村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了20年前，回到了命运转折的前一天。那我怎么可能继续走上辈子的老路？杀人了，陈月杀人了！顾云熙嗓门很大，很快便有人听到动静，从田里跑了回来。哎呦，这是咋回事？你这头是咋了？黄主任，是陈月，是他打破了我的头。他为啥打你？是不是你又过来缠陈东升了？重生一回才知道自己原来在顾家村这么不受待见。黄主任，我不是过来缠着陈东升的，是陈月前几天跟我借了3斤面粉，还有1块肥皂，我来到债市里所应当的事，有借有还才是好同志。陈月现在不仅不还我的面和肥皂，居然还有一下手嘎我。黄主任，我爷爷是地主没错，但到了我爸这一辈，他已经把家产都败光了，还被评了贫农。我再怎么说也是陈月的阶级同志吧，他刻薄阶级同志，就是上报道大队是我站脸。顾云熙十分冷静，说出的话有理有据，周围响起了一片惊诧的议论。这还是那的蠢笨如猪，每天不挣工分，只知道追着男人跑的顾云熙吗？黄主任，你要是不管这事，我就上报给大队支书，支书要是不管，我就去县里找大领导，我一定要给自己讨个公道。你这闺女说的啥话？我是咱顾家村生产大队的妇女主任，你受了委屈，我咋会不管你嘞？此时的陈月眼圈泛红，一脸的委屈。是顾云熙成天正事不干，和他那不务正业的爸一样，他的话咋能信？分明就是他为了逼我哥一头撞在我家门口。顾云熙看着哭哭啼啼的陈月，唇边掀起一抹冷笑。他当年怎么会被这么一个人给羞辱，逼迫到狼狈嫁人，险些活不下去的地步？黄主任，我早就听人说过，卫生所里的医生本事大，能瞧出伤口具体是怎么造成的，那就去看看医生吧，这事总要有个说法。如果是陈月说了谎，那我要求主任对他予严厉处分。我没有说谎，我只是推了你一把，根本不知道你的头会。陈月，你以后就不要去上工了，这是队里对你伤害阶级同志的处分，具体事项我会亲自去和支书说。沈，不要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不让我去上工，那我就挣不了工分，家里就少一份口粮，那是要我的命啊。黄凤英也知道这个处罚有多严重，她看向顾云熙，想听听他怎么说。大家都是一个大队的，闹得太难看，不是让别人笑话吗？陈月也看向顾小月，她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些好听的话，让他放自己一马。可面对这么一个往日对自己低声下气、极尽讨好的人，他又实在说不出恳求的话。顾云熙没有鸟他，挣扎着站起身。黄主任，惩罚就这么定了，不过陈月欠我的3斤麦面和1块肥皂得还回来，另外我这脑袋要去卫生所包扎医药费的10块钱，这钱总不能我自己掏腰包吧？陈月本就不乐意和顾云熙掰扯，一听他狮子大开口，便瞪直了眼。什么10块钱？你咋不去抢？周围众人也倒抽了一口凉气。黄凤英也暗暗咂舌。1972年，他们顾家村生产大队人均年收入还不足40块钱。他们不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，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工分，分不了几斤麦面。10块钱在顾家村可没几个家庭能拿得出来。我要10块钱已经够少了，且不提药费，你看看我这头最少的缝5针，我可就破相了，还怎么嫁人？顾云熙声音一顿，忽的唇畔含笑。要不这样，你让你哥娶我，我寻了婆家也就不担心破相的事儿了，那这10块钱也就算了。陈月忽的变了脸色，一脸嫌恶的看着顾云熙。顾云熙，我以为你是贪财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就你那个样子，就是没破相也嫁不出去。咱们大队哪个青年后生看见你不是躲着你走？请10块钱是吧？我给你10块钱，以后你给我滚得远远的，你别再来我家，也别想再缠着我哥。话落，陈月怒气冲冲转身回屋。顾云熙看着他的背影说道：别忘了3斤麦面和1块肥皂。不一会儿，陈月从屋里出来了，手里拿着钱和一袋麦面。他一脸憎恶的看了顾云熙一眼，将手里攥着的钱扔在顾云熙身上，旋即又飘飘扬扬落在地上。你不是要钱吗？不要脸的破烂货，你就只配跪着捡钱。说着，他又将手里的袋子重重扔在地上，袋口没有扎紧，里头不算特别白的麦面撒了一地，看得周围的村民一阵心痛。陈月却是咯咯一笑，反正你们一家都是吃白饭的，咋吃不是吃，东西我还你了，钱也给了，以后少来我家，想当我陈月的嫂子下。续接上集。顾云熙，你个丑八怪，我告诉你，我哥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你知道他喜欢的是谁不？是你邻居田静，我哥都已经在攒聘礼了，准备和城里人一样攒100块钱给田静姐，还有4大件。还当我是之前的我呢？你现在笑得有多欢，等会就哭得有多惨。黄主任，陈月浪费粮食，估摸着是他家粮多，我要求大队不再给他们家发粮，省出来分给别的社员。70年代的农村，人人吃不饱饭，只要是吃的就极其珍贵，容不得半点浪费。陈月闻言吓得一个机灵。
分明就是顾云熙自己没拿稳粮袋子，和我有啥关系？他空口白牙污蔑人。是各位乡亲，你们可不能听他胡咧咧啊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到底是我没拿稳，还是你故意扔的？大家伙有目共睹，群众实事求是，觉悟都高，能和你一样吗？顾云熙一本正经的给周围人戴起了高帽子，听他这样说，乡亲们都挺起了胸脯附和。分明就是陈月把粮袋子扔了，他还攀污顾云熙，抓去大队。这事一定要上报给支书，咱大队不能助长这种浪费粮食风气。黄主任，你给个话，陈月是不是得抓去大队教育教育？陈月看着乡亲们群情激愤的样子，吓得腿都软了，又羞又气，泪水在眼眶里不断打着转。你们都干活干傻了吗？他可是顾云熙呀，顾家村生产大队名声最差的人，为什么你们帮他不帮我？乡亲们都是觉悟高的好同志。陈月一个乡野丫头，哪里看得到时代大势？在这个年代，为了吃饱饭，多的是大义灭亲的人。把陈月押着去大队。等顾云熙从卫生所刚回到家，就听到外面传来陈东升带着怒气的喊声：“顾云熙，你出来！云熙，陈月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？要这么害她？因为这事我妈都急晕了，我爸急得也上不了工。”陈同志，怎么是我害了你妹妹呢？说着，顾云熙抬手摸了摸伤口。陈月是什么性格我最清楚，今天她肯定是说话时有些激愤动手，才叫顾云熙这蠢货给拿捏了错处。不过只要顾云熙愿意改口，大队也会给我家一个面子，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。云熙，陈月年纪小，不经事，你不要与她一般见识，我代她向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她。陈同志，我年纪比陈月还要小上1岁呢，你是咱们村生产大队的小队长，在村里也算个人物，自己的妹妹犯错了不知悔改，还要逼迫受害同志原谅她。你妈晕过去了，你爸不想上工了，难道你们全家都有抵制批判亲属的资本主义倾向？这话要是传扬出去，我这个第6生产小队的队长肯定是当不成了。难道真要为了陈月把全家都赔进去？陈东升到底有些理智，很快就反应过来。顾云熙，你不要往我头上扣帽子，我过来就是为陈月道歉的。至于他犯的错，大队都给予公平公正的处罚，我们全家都坦然接受。既然你不愿意原谅他，那我就不说什么了。早知道叫陈月去快刀斩乱麻，会让顾云熙狗急跳墙，这事就由我亲自来办了。不过这个言辞犀利的女人真的是顾云熙。顾云熙麻溜的做好饭，就到门口等爸爸和哥哥。不一会就看到他大哥顾廷怀还有另一人结伴走过来了。是任天祥，前世差点把我家暴致死的丈夫。上辈子的今天，任天祥莫名其妙的进了我的房间，事后任天祥却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，把这事传得沸沸扬扬。我迫不得已嫁给了他，后来才发现这都是任天祥和田静的阴谋，为的就是我家后院祖宅埋下的宝贝。如果我的悲剧是整个顾家倒霉的开始，那田静这个人就是让顾家家破人亡、凄惨落幕的罪魁祸首。妹，你的头怎么了？大哥，这是喝了多少酒？快进屋歇会儿。大哥没事。说着，顾廷怀就闻到了饭香。是爸回来了吗？我贴了饼，大哥要尝尝吗？我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妹妹下厨了，还贴了饼。今儿太阳打从西边出来了，这味道可真香。顾家妹子好手艺，今天的顾云熙是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。不过她没有传言中那么一无是处，也好，否则我还真是很难下嘴去啃这块令人生厌的臭肉。那是自然，老任今晚别走了，留下尝尝我妹妹的手艺，保证你吃了第一次还想第二次。我家的粮也不多了，你难道还真准备留下吃饭？是我顾虑不周。云熙，老任是大哥好友，今晚本就是我邀他过来的，待客怎能像你这样？这样吧，大哥的那一份给他，你也别生气了。他大哥就是这样一个老好人，脾气温和，可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为了他这个妹妹杀了人。他永远忘不了大哥带着杀人犯的牌子游街被枪毙的画面。他本想赶走任天祥，从根源上杜绝今晚会发生的事。既然任天祥不想走，那他自然得回报一下他上辈子的所作所为。这么想着，顾云熙不再多想什么。大哥，快来尝尝。哎，来了。顾云熙他们吃完饭就回屋休息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任天祥悄然摸进了顾云熙的屋。人渣任天祥半夜偷溜进我房间，被我一棍打晕。上一世被你和田静害得我名声尽毁，家破人亡，这一世我不好好报答你们，那才是便宜你们了。大哥顾廷怀这时听到动静赶了过来，一眼就看到躺在地上的任天祥。小妹，这是大哥任天祥刚刚摸进了我房间，意图不轨，不过被我打晕了。这个鳖孙亏我拿他当好朋友。大哥别冲动，他半夜摸进我屋，肯定是想着占便宜不负责。我们要是放任不管，他指不定还会在村里坏我名声，说是我主动的。那你说咋办？我都听你的。我听陈月说过，任天祥喜欢的是田静。这样吧，大哥扒了他的衣裳，丢进田静家的院子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是想往我头上泼脏水都泼不成了。说不定大哥还能促成一段好姻缘呢。小妹，任天祥的错理应他自己承担，为什么要牵扯田静？有件事你兴许不知道，你二哥喜欢田静。顾云熙没办法提及上辈子的事，不过要打消顾廷怀的顾虑也不难。陈东升已经攒钱准备向田静提亲了。二哥除了一张脸，其他方面和陈东升有可比性吗？大哥觉得田静会看上二哥。陈东升也喜欢上田静了。顾云熙扯着嘴角假假的说道。大哥，陈东升要是娶了田静，那我可活不下去了。虽然这么做对不起田静这个无辜的人，但为了妹妹也别无他法了。你去休息吧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任天祥，你咋光溜溜的在田静家院子里？你俩不会是？怎么可能？顾廷怀，是你和顾云熙害我。顾廷怀和顾云熙害你，任天祥这话你可要说清楚，不然大队没办法给你做主。肯定是顾云熙听到我娶田静今儿才搞了这么一出，若换做旁人，我怕是还真要苦恼一番。但任天祥一个要啥没啥的地主崽子，也配和我比？田静只要眼睛没问题，肯定不可能看上任天祥。不可能！
绝对不可能！任天祥饭可以乱吃话，可不能乱说。昨儿喝酒，你在我家睡下，今儿一早人就没有了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咋在田静家还衣衫不整的样子？我操！总不能说是我昨晚准备对顾云溪那死肥猪霸王硬上弓，却被顾云溪打晕之后又被扒光衣服送到这里的吧？我昨晚上起来撒尿，莫名其妙被人打晕了。不信大伙看看，我现在头上还有伤。任天祥手扒了扒头，话音戛然而止，他头上平平坦坦，别说伤口了，连个包都没有。他哪里知道上辈子顾家老三就是被人打死了，可是人死了，浑身上下竟然没有一丝淤青红肿，最后被警方断定为醉酒后流落街头冻死结案。顾云溪之后调查清楚这件事，才知道是田静特意安排的一群能人，打人颇有手法，专挑疼的地方不说，淤青第二天就能消。他的三哥就是被活活疼死的。事后他找到那些人报仇之余，也学了这手本事。上呢？就是顾云溪兄妹打晕我的，说不准他和这家人关系不和睦，有私仇，这才专门把我弄过来，想坏了人家的名声呢。他们一家都是不挣工分，吃白饭的偷奸耍滑分子，甚至还往黑市卖东西投机倒把，妥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应该都抓起来。你确定？那当然，不信你们现在就上镇里去查，他们现在估摸着还在黑市卖着粮呢。我们一家的苦日子还没到头，竟然又要卷入这种灾祸中了。老爹和俩弟弟这块还真在黑市，这东西经不住调查。要是今天这一灾能过去，往后我们一家铁定要离黑市远远的。哥，大伙跟我一起去镇上，咱们顾家村绝对不能出违法犯罪的人。你们这是要上哪去？任天祥耍流氓就不管了，那田静的名声咋办？你们可得把事情给调查的清清楚楚，不然田静就只能嫁给任天祥了。顾云溪，你胡咧咧啥？任天祥自个儿偷光了跑别人家院子里，那是他自己作风有问题，和田静有啥关系？你少往他头上泼脏水。我知道你就是记恨我喜欢田静。是吗？你怎么不问问田静？说不定任天祥是专门过来和他幽会呢。说着，顾云溪给顾廷怀使了个眼色。顾廷怀趁着大伙都注意着陈东升和顾云溪悄然混入人群中，去黑市给父亲和弟弟报信儿。上辈子父亲因为投机倒把被人举报，游街示众后坐牢，整整被判了5年，在牢里日子难熬，最后也没活着出来。你再张嘴胡咧咧，老子就扯了你的嘴。扯了我的嘴？我只是把眼睛看到的事说出来了而已。你难道想和陈月一样对阶级同志动手？也是，年纪轻轻就成了生产大队的小队长，仗着身份欺负咱们这种普通老百姓也是正常的。你要觉得我说的不对，那你就扯了我的嘴吧。昨天陈月的事还没完，今儿陈东升又准备闹腾了。难不成真像顾云溪说的一样，陈家仗势欺人？云溪，你咋能这么说陈队长？任天祥这人长得倒是英俊，可惜放在这个年代就是人人鄙夷的黑五类，一个前妻深情后妻家暴的隐藏式大渣男，恶毒男配角，可怕的很。真正的田静会被迷惑，可我这个看惯了美男杂志的现代人可看不上这种货色。他和顾云溪这个书中女主倒是搭。去接上集。田静，你在给任天祥使眼色，难不成被我说着了？你俩真有一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三瓜洞广积粮。哎呀，该敲钟了，队长，你快去呀！生产大队社员们每天早晨出工时都要敲钟，负责敲钟的就是个生产队的队长。陈东升不舍得看了眼田静，匆匆忙忙的走了。云溪，我知道你喜欢陈队长，可是感情是不能强求的。哼，我可是站在上帝视角的现代人，还能输给他一个土著？我想你也听到了，陈队长准备拿彩礼和我家求亲，我难道放着陈队长不喜欢，去喜欢一个黑五类？我是黑五类，比不上陈东升，那我这辈子就偏要把你娶回家，让你当黑五类的老婆，跟着我一起被人踩进泥里。况且田家和顾家是邻居，我有的是机会寻找顾家的宝贝。静静，我知道你生气，可是昨晚上我们以前瞧着这女娃娃是个好的，长得俊又能干实力拔响，多少大队的年轻后生都喜欢。没想到这还没结婚就做出了这种龌龊事。可不是，而且还是和一个的复返坏幼分子。你别胡说，我能看上你，别做梦了，我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你再随便乱污蔑我的名声，我们大队的干部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按理说现在田静这个女配，这会儿不该和任天祥有纠葛的，怎么莫名提前了？我1个月前穿到一本70幸福人生的年代文中成了炮灰女配，书里田静这个女配过得十分凄惨，嫁给任天祥这个家暴男，而女主嫁给了下乡插队的男主，最后成了官太太。我穿书后就开始布局，先拿下女主的白月光陈东升，让他厌恶顾云溪，让别人都讨厌女主。男主下乡后还能再看上顾云溪吗？剧情之所以有偏差，应该是我布局起了作用引起的蝴蝶效应。静静，你这样未免太绝情了。我知道我比不上陈队长成分好，可是比起对你的心，100个他也及不上我啊！难道你真的丝毫不在乎咱们往日的浓情蜜意？你再多说一句，我打断你的牙！地主宰子一句实话都没有。K， 陈队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他们一个劲往我头上泼脏水。别怕，我回来了。我知道你也喜欢田静，但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你非要和我抢干什么？我认你仙人板板。
陈东升还不撒手，你咋回事？当上队长就厉害了，还敢动手打人，是不是想进叔叔？来人是顾家村的支书王福，妇女主任黄凤英，还有在各大队权力几乎不下于县里公安局长的民兵队长雷大锤，而陈东升就是雷大锤的亲外甥。陈东升，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你这是为人诟病的资本主义行为。现在是新社会了，大伙都是你的阶级同志，你咋能把人打成这样？必须要严厉批评。我没错，错的是他道德败坏，侮辱妇女，应该抓起来送进署署里。他是不是道德败坏、侮辱妇女，自由我们来决断。那你打人就是对的，你瞅瞅把人都打成啥样了？你队长不想当了？行了，孩子打架斗殴，说那么严重做甚？把他送去卫生所。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又不值钱，你有啥问题？任天祥昨天来我家鬼鬼祟祟的把什么东西揣在兜里，我瞧着不对劲，还是搜一搜吧，兴许是他侮辱妇女的证据呢。我和任天祥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什么侮辱妇女，要真找出什么证据，我就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这手绢没啥毛病啊。雷队长，这可不是普通手绢，而是被七福丸泡过的，而这七福丸是一种具有麻醉效果的药，可全身麻醉，见效速度很快。无耻之徒，当真是无耻之徒！地主家的崽子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雷队长，立马把这人给送进局子里。黄主任的话在理，把手绢拿着能当证据，或者让田径也跟着走一趟，毕竟他是这件事中的受害者，得好好检查检查，不然以后可真没脸见人了。顾云熙，你胡说什么？不要把脏水泼在田径头上，他是无辜的。难不成田径真要嫁给任天祥？他要不跟着去检查，名声可都毁了。往后谁还敢娶她？陈队长愿意娶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，我倒是没什么意见，只怕别人说陈队长的闲话。好啊，好一个顾云熙，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女主。我要是不去，旁人知道我真的被任天祥给睡了，日后名声恐怕连顾小月都不如。而顶着这样的名声，我还如何嫁给男主当官家太太？可我要是去了，叫医生给我检查，那也是极大的耻辱。这年头谁还要去医院做检查，证明自己是不是第一次？这名头说出去也不好听。干啥都堵在俺家门口干啥？田大友，你闺女出了点事，这会儿队里出钱去医院检查，你看咋样？哎呦，支书，你咋过来了？你瞅瞅俺这一晚上没回，没耽误啥事吧？昨晚上田大又没回，田径上头几个姐都嫁了人，家里就剩了他和妹妹甜甜。任天祥要真想点啥，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行了，田径走吧。田大友，别成天和各街溜子一样，一点不着家。俩闺女自个儿在屋里呢，你也。去接上级，黄主任，清者自清，我愿意去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不用干活了吗？那年底分粮的时候，可别在大队扎火。顾云熙，你等等，什么事？雷大锤这个往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民兵队长，今天来顾家村不是偶然，而是为了自己的亲外甥女陈月。听说你和陈月有点口角，都是从小玩大的，有啥大不了的事，还要上报到大队去？这样，你听叔一句，上大队去，就说陈月不是故意推的你，成不？这事儿已经不归我管了，队里要处分他，我说话顶什么用？你说呢，锤叔？陈月这回让你害得不轻，你也上过学，没听过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那你听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？锤叔，我知道你厉害，有本事，在公社领导面前都说得上话，但你咋能有这种给亲属走后门的资本主义倾向里？你要非让我去给他说好话，那我就去公社问问，伤害阶级同志是啥罪名，看到底能判几年，绝不让这种人逍遥法外。好样的，我闺女说的就是好。雷大锤，你要想逼我闺女就范，去给你的外甥女说情，那老子就把你告到镇上去，县革委会大院，知道不？老子可认识里头的大领导。顾云熙听着这声声入耳的嚣张话语，以及毫不掩饰的护短之意，眼圈一热，眼泪就忍不住簌簌而落。他已经有多久没听过这个声音了？这就是他的亲爸顾志凤。爸，咋了囡囡？是不是这雷大锤欺负你了？你放心，有爸在，谁也不能逼你。囡囡，你看爸给你带啥回来了？哈，一听见给你带东西回来了就不装模作样了。顾云熙，做戏也要做全套啊，不然平白叫人恶心。可不就是，我还说你是迷途知返，知道心疼老顾了，感情闹了半天，你搁这儿做戏呢？二哥、三哥，你吃错药了。不怪二哥惊讶，我从小性格古怪偏执，骄纵蛮横，日日向往着到城里去找母亲，期望着能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。我对家中几个泥腿子向来不待见，父亲和大哥倒还好，两人毫无原则的待我好，我还能保持几分礼貌。至于二哥、三哥，在我眼里和透明人没什么区别。懂事后，我就很少开口唤他们了，都是顾瑞怀、顾西怀的叫着。滚滚滚，都给老子滚蛋！让你们回来是教训囡囡的。他就是欠教训，呆眼儿狼，你对他再好也当没看见一样。老顾，我劝你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吧，别哪天让顾云熙给逼得进了局子。顾云熙，你是不是又想和我们要钱，拿去给陈东升？此话一出，顾西怀就觉得自己猜对了，否则没办法解释一向眼高于顶的顾云熙为什么突然叫他们哥，以前也不是没有过，他要钱连理由都不找，纯把他们当钱袋子。当初就应该让你和那个女人一块滚，别省了家里一口粮了。你知道你吃的那些细粮能换来
多少粗粮杂粮吗？市面上1斤粗粮1毛3，细粮要3毛，甚至3毛5都有。咱们村里搞不上细粮，都得我们拿上粗粮去和城里人换。咱家这么多张嘴吃不饱饭。顾云溪，你想想你还是人吗？此时顾云溪眼有些发热，张了张嘴想解释，但想到前世的过往，又觉得难以启齿。他现在在几个哥哥这里无疑已经成了一个惯犯，说什么他们都是不会信的。与其解释，不如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变化，比说再多都管用。给老子闭嘴！再拿这个说事儿，别怪老子下手不留情面。楠楠是我闺女，挣钱给她买细粮就是应该的。轮到你们说3道4了。好了，楠楠是我们妹妹，你们还真生她的气不成？气她又怎么样？你瞧老姑都把她给惯成啥样了？就她这样的，还想嫁给陈东升？切！我要是陈东升，看都懒得看她一眼。臭小子，就你话多，做饭去。楠楠，别听你二哥胡咧咧，爸能挣钱，肯定把我们楠楠养得和城里闺女一样。顾云溪看了看手里的白鞋，眼中满是黯然。前世就是这双鞋成了父亲的催命符。怎么了，楠楠？是不是不喜欢？没事，不喜欢爸再拿回去换成你喜欢的，成不？没事爸，我没事，我很喜欢这双鞋。爸，你坐着休息会儿，我去帮二哥做饭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昨晚上大哥可一直夸我咧。说着，顾云溪去蒸上米饭，拿着钱就直奔支书家了。菊花婶，你来我家做甚？顾云溪好吃懒做惯了，今儿踩着点过来，估计是想混饭吃。菊花婶，今儿我家人好不容易凑齐了，我想着炒个菜，家里没肉了，过来和你买点，看成不？说话间，顾云溪还扬了扬手里的一沓票子。我家肉也不多了，剩了1块5花，你要不？要，我都要了。都要了，自己家每回割肉也没多少，毕竟肉票不好弄，供销社还限量供应，这肉还是他嫁进城里的闺女回来看他的时候拿的。都要，不过我手里没肉票，我多给点钱，行不婶？行吧。随后顾云溪拿着肉回了家，正巧碰见大哥和二哥挑水回来。小妹想吃肉了，待会大哥给你做辣椒炒肉咋样？实在不明白，不吃细粮不吃肉能死吗？家里因为建房子，外头还欠了一屁股债，顾云溪就不知道为家里分担点，还成天扯后腿，钱一点没还，还越欠越多。咋回事？东西扔得乒乓响，谁招惹你了？除了你宝贝闺女。我重生后第一次家人团聚，本来应该和谐温馨的团圆饭，却因为二哥被田径迷惑而闹得不欢而散。爸，我要减肥，必须少吃。好了，这盘青菜是我的，你们可别和我抢。你要减肥，咋还想着嫁给陈东升呢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切，没想嫁给他，他攒了钱要娶田静，往后我也不会再去找他了。什么？他要娶田静？我的头是陈月打破的，他亲口说的，还能有假？啥？陈家的妮子把你的头打破了？走，爸带你过去找他。你先别急，听我给你说。你是说你和陈医院要了10块钱医药费，然后黄主任把陈月带去大队，他以后也不能再去上工了？爸，除了买药和买肉的钱，还剩这么多，你先拿着。我知道家里欠了债，正是艰难的时候，再过不久要债的就要上门了，我得赶紧想办法赚钱。而且年底分粮的时候又是一场大灾难，饥荒年，虽然没饿死人，但也难熬。闺女，这钱爸不能要，你拿着给自己买点吃的穿的，去医院换药都得要钱。爸，眼下还钱比什么都重要。大哥，你没把任天祥的事告诉爸？任天祥的事儿？任天祥啥事？顾廷怀见父亲看向自己，连忙把昨晚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你说啥？任天祥的地主崽子居然打我闺女的主意，他想干啥？他也配？不怕老子卸了他的腿？顾云溪在一旁听得暖心。上辈子他和任天祥的事木已成舟，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。他爸从镇上回来就暴打了任天祥一顿，下手丝毫没留情。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，一直毫无原则站在我这边的人只有父亲。你把任天祥扔进田静家院子了，他也叫你一声廷怀哥呀，你咋能忍心这么害他？真要让他和任天祥扯上关系，那不是害得他去死吗？大哥，你明知道我喜欢他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顾瑞怀，你小子能耐了，还知道对家里人没大没小的。看着二哥发狂的模样，再看看大哥沉默无言的样子，顾云溪没想到这个时候的二哥居然对田静已经有了这么深的感情，甚至为了田静不惜和一直敬重的大哥争吵。是我让大哥这么做的，二哥要打就打我吧。是你，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你一定是嫉妒田静生的比你漂亮。顾云溪，你真恶毒！哼，你意思是说我嫉妒她生的比我漂亮？不然呢？田静哪里都比你强。顾云溪，以后我再不想和你说话，我没你这种无耻又恶毒的妹妹。顾云溪知道二哥一定是去找田静了，他有些想不通，田静到底是哪里来的魅力，把男人一个两个迷得团团转。顾云溪，田静和我们家无冤无仇，你针对他，难道是因为陈东升？二哥对田静的喜欢如山河大海，滔滔不绝，往后这事还有的闹腾。哼，臭小子，净说点没用的。爸，以后不要再去黑市了。任天祥已经说了爸经常去黑市的事，但他们现在没有证据。我们当下要做的就是不再去黑市，且死不承认，慢慢参加集体劳动，赚取工分，让大家忘记这件事。爸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们家都是壮劳力，好好挣工分，日子总会好的，安安稳稳活着比什么都强。顾志凤有些感动，猛汗落泪，念叨着：闺女真的长大了，可是咱们家情况不一样。我知道，我们家因为建房子借了大伯和二姑的钱，他们是什么人我清楚，利息也没少要吧。我大伯和2位姑姑是爷爷收养的孩子，新社会来临时，大伯和2个姑姑因为不是亲生的，又苦苦哭诉，说当年的身不由己，在地主家名义上是少爷小姐，实际受到了剥削，日子过得比下人都不如。3人一时成了受害者，地方领导甚至因为同情还给3人在城里分配了工作，而我爸作为
地主亲生的孩子，自然是留在农村进行劳动改造了。虽然大伯和姑姑狼心狗肺，但毕竟是从小和爸一起长大了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有联系。当初建房子，家里余款不太够，这才张嘴和大伯二姑借钱。大姑则因为命好，随着当了官的大姑父李鱼跃龙门，住进了县革委会大院。她是当年在地主家当养小姐的日子为耻，别说是我爸，就算是大伯和二姑都一直爱答不理，自然而然家里借钱也不可能借到他头上去。咱家欠大伯70，欠二姑70，加起来足有140块钱。在这个艰苦奋斗的年代，村里人能攒下钱的可不多，偶尔拿出个3、5块的都算是家里光景不错的。爸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，债总会还完的。黑市真的不要再去了，我可以不吃细粮，不穿白网鞋，但是不能没有爸爸和哥哥。如果你们再偷着去黑市，那我就把自己远嫁出去，再也不回来。哼！不要啊！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再也不去了。爸，你先休息会吧。大哥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大哥，我想在屋后辟一块菜地，种点白菜、菠菜，咱冬天也能添个菜不是？我得尽快把后屋埋的金银古董找出来。上辈子田静只是和二哥稍微软声细语几句，就占了我家屋后的荒地，准备辟一块出来种菜，但他命好，偏偏就挖出了顾家祖宗埋下的金银古董。小妹说的是，不过我得去支书那说一声，你留在家里，我去。续接上集，顾廷怀走后，顾云熙来到了屋后，看藏宝地未发现有被挖掘的痕迹。藏宝地这件事绝不能让田静知道，他这人心眼儿和马蜂窝一样多，但凡叫他知晓，那这批金银古董我是半点也落不着的，田静一定会举报。等顾云熙从屋后回院里时，便碰到了一脸舔狗模样的二哥和田静。小静，别哭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任天祥不过是人渣害虫，大伙都知道你不可能喜欢他，肯定不会怀疑什么。天儿凉，你快别哭了，到时候脸上该均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揍任天祥一顿给你报仇。你说够了吗？把我害到这步田地的难道不是顾云熙吗？我不要你打任天祥，要打你就打顾云熙。打就打，只要你说我就打他一顿给你出气。切！小静，你别走啊！以后少招惹田静，不然我的拳头可不会留情。顾云熙并没有理会顾瑞怀，而是在思考后面怎么做。今天田静在家，不适合开工挖菜地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得另想个法子，能赚回一些钱就赚一些，总归不能闲着。随后，顾云熙来到黄凤英家，通过一手高超的绘画技术，征服了黄凤英的女儿丁欣欣，顺利从她手里借来了彩色铅笔。等回家后，顾云熙立马把白网鞋拿了出来。70年代的吃穿用度都中规中矩，但总有些城里的女生想方设法凸显魅力。她们有的会把棉布裙穿在身上，再在腰间扎上一条皮腰带，腰肢纤纤，十分吸睛。我要利用钱是超前的知识，在小白鞋上用彩铅画上漂亮的印花图案，再去供销社门口蹲守，总能找到一个愿意出高价购买的时髦女生。想到此处，顾云熙连忙动手画了起来。顾云熙被雷声惊醒，外面下起了大雨，黑压压的伸手不见五指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月黑风高夜，挖宝好时候，金银财宝我来了。随后，顾云熙摸黑出了门，借着电闪雷鸣的光亮，确定好位置后就开始下锄头。因为下雨的缘故，土地松软了许多，没一会功夫就挖出来的大木箱子。感谢老祖宗，感谢雨神。顾云熙随即收敛心神，费力地搬起大箱子往回走。不能让人发现，父亲大哥和三哥倒还好，他们一定不会说出去。但如果让二哥知道，就怕他嘴巴不牢靠，一时忘情跑去告诉田静。毕竟现在的二哥还是一条舔狗。顾云熙刚一进屋，就听到身后一声压低的呼喊：“闺女！”爸，你干啥呢？手里办的是啥？爸，你先啥都别问，先进屋再说。闺女，这是啥东西？爸咋没见过？爸，我前些天被陈月砸破头，昏昏沉沉的时候，听见咱顾家老祖宗显灵，说给我们留了宝贝。今儿晚上下大雨，没人瞧见，就照着祖宗指示的地方挖了挖，果然挖出了东西，定是老祖宗看咱家困难，特意来帮忙的。老祖宗，闺女真有老祖宗。爸也看出我不一样了吧？那都是被老祖宗给点化了，说咱家要是再不正干，跑到黑市去，肯定会死人的。闺女，你可别吓唬爸爸。你想，老祖宗说有宝贝，果真有宝贝，那他们说再去黑市会死人，那肯定也不是信口胡说的。爸，咱家稳稳当当就成，你可千万不能再去黑市了，知道不？爸答应你不去，肯定不会去了。爸，你都不好奇老祖宗留下了些啥东西？不是爸跟你吹，咱家当年好歹也是地主老财，只是后来被我败光了。你爸我啥没见过。是吗？这些都是古董啊，闺女，这么多金子可得藏好了。爸，你可千万不能把咱家有这些东西的事告诉二哥。顾云熙原本想着说出这样的话，一定会迎上父亲失望的目光，毕竟他说这话，旁人不知内情，只会觉得他自私小气，吃独食，不愿意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分给几个哥哥。闺女放心，别说是老二，就是老大老三我都不说。既然老祖宗显灵托梦给了你，就说明这些东西都是老祖宗给你的，关他们啥事？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，他们没份，你悄悄藏好就是了。爸的嘴牢着呢，以后这些东西都当嫁妆给你带着，别操心你哥。咱顾家男娃都是铁打的，自个儿能顾了自个儿，哪能和妹妹贪这些东西？
听着父亲谆谆嘱咐，顾云熙眼里不由盈满了热泪。不管何时何地和境遇，父亲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。即便面对如此庞大的财富，他依旧冷静告诫，不想叫我把东西分给几个哥哥。这样厚重如山的父爱，我受之有愧，心头酸意上涌。爸，对不起，是女儿没用，害得你上了年纪还要在外奔波。傻闺女，咋和爸还说对不起呢？有啥对不起的？爸就乐意对你好，在爸心里谁都比不上我闺女。咱老祖宗给留下的东西可都不是凡品，囡囡，你要好好保管，藏起来，不能叫任何人知道。爸先回去了，省得你哥他们起疑心，你也早点睡。顾志凤转身走后，顾云熙也开始着手处理这些东西。上辈子县里的领导来收缴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并没有这幅画。当时提出登记造册的就是田径，难道这幅画上辈子被田径给私藏了？他到底为什么私藏这幅不起眼的画？难道里面藏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？这里分明就是刚刚我手里拿着的那幅画，我竟然进到了画里，这应该就是后世年轻人们所说的金手指。难道上辈子田径私藏这幅画，就是因为画里隐藏着一个真实的空间？难怪田径会这么针对顾家，为了占为己有，把顾家赶尽杀绝。续接上集。顾云熙进入空间后，一段陌生的记忆钻进了顾云熙的脑海中。想不到我顾家老祖宗还有这等宝物。刚才那道记忆是这空间的信息介绍。顾云熙知道了这个须弥空间4个作用：一是茅草屋别有洞天，可以储物，永久保存，不会变质，即便一杯热水放进库房里1天，拿出来也依然是热的；二是空间里的水有强身健体的效果，一些小病小灾可以水到病除；三是可以种植，无需遵循正常的自然规律，任何种子种下去都可以加速生长；四是可以养殖，任何动物在这都不需要操心它们的繁衍生息，且它们生长速度很快，肉质鲜美。怪不得上一世的田径突然在农业畜牧业做得风生水起，一边心安理得拿着我顾家的宝贝潇洒，另一边又要腾出手来把顾家折腾得家破人亡。原来他是怕顾家人发现这个宝贝的秘密。这一世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让田径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沉重的代价。随后顾云熙收敛心神，向茅草屋走去，看看里面有没有老祖宗遗留之物。可惜里面只剩了辣椒、红枣、苞米、荔枝、人参这些种子了。今天就把这些种子种上，正好看下这个空间的效果。随后，顾云熙把放古董金银的木箱搬进了须弥空间的茅草屋里。原本还苦恼该把这些东西藏在哪里，如今倒是完美解决了他的愁绪。这么一会，辣椒已经长出了花芽，荔枝和枣树一样都冒出了苗。这苞米长得最快，看这样已经快成熟了，没想到会生长这么快。只是人参还没什么动静，估计人参的生长慢一些。第二天一早，顾志凤带着顾廷怀就去了村头。顾志凤被分配到了3队，领了台分的活，而顾廷怀就没这么好命了，被分在了2队。而2队的队长正是陈东升他爸陈康。咱们队最近正在挖河道，顾廷怀你就去挖河吧。你是不是得罪陈队长了？挖河道可是队里最苦最累的活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一天干下来估摸着腰杆都挺不直了。我们家已经在改变了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什么苦累？顾云熙一早就进到须弥空间，昨晚经历的一切都不是梦，而田里栽种的作物都长大了，辣椒长到了腿弯处，绿葱葱的叶子下是一串串火红的辣椒，十分喜人。红枣和荔枝也长成了和它一样高的树苗，而玉米已经成熟了。顾云熙就把玉米棒全部掰了下来，准备放到茅草屋的库房里。果然不愧是仙家的宝贝，看来得找点稻米和小麦种子，主粮是王道。出了空间，顾云熙就出门去了黄主任家。虽然可以拿金条去黑市换钱，但毕竟不是个长久之计，而且现在要做的是改变自己在村里的印象，首要做的就是想法子挣工分。他早就已经想到了办法，自然就是来找黄凤英把握住机会。黄主任在家吗？哟，顾同志，今儿咋有空来我家？真是有些怕顾云熙这张利嘴，他要是知道了雷大锤做通了支书的思想工作，把陈玉给放回去了，而且把取消他上工的处分变成免工分除草7天，只怕又要闹起来了。黄主任这表情是有话要说吗？陈玉昨天让雷大锤放出来了，队里给他的处分也变轻了，但你也知道雷大锤是民兵队长，这面子咱得给。不过你放心，队里也不能白白让你受委屈，我这里有个活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。你要是干得好，一天挣20-30个工分都不成问题。什么活？这画笔是我家欣欣的吧？那妮子把你给他画的画像拿回家，可把我吓了一大跳。小顾，你说你有这手本事，咋不早说理？咱大队就缺你这样的技术型人才。黄主任说笑了，我算啥技术型人才？你那画我都看了，画的是真好，咋不算技术型人才了？最近正好照农业学大寨运动，公社要求各个大队都全面展开。你知道咱大队饲养处吧？几排土坯房，墙上要是能添上点宣传画就更好了。你要是愿意，今天就能干起来，咋样？黄主任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能用自己的能力为大队添光增色，是我的荣幸。干，今天就干。那就成。上大队和志宝主任说一声去。黄主任，这是王主任，公社不是要咱发展宣传农业学大寨的活动，咱大队外头的墙上的画宣传强化，不用公社派人来了，小顾就能干了。
啥？他就能干？不信你们让顾云熙给你们现场发挥一个，要是技术过关，咱就用程步。行，你口好话，要是过关，这活我就交给你，到时候给你算25个工分，你看咋样？70年代，谁家劳动力多，工分就挣得多，决算分配也占得多，成为余粮户，年底还能分到余粮钱。而劳动力少的家庭就是缺粮户，分粮少要交缺粮钱，25个工分都算是一个妇女平时出工的3倍了。为大队服务是我应该做的。续接上集，顾云熙也不怯，拿起彩铅就在纸上刷刷刷画了起来，依旧画的是人像，也是在场唯一的妇女黄凤英。顾云熙不一会儿就完成了画作，王培生看了起来。只见画上的黄凤英干练利落，脸上挂着春光明媚、暖人心脾的笑容，很是感染人心。她怀里还抱着一摞报纸，有种向着朝阳努力前行的积极感。黄凤英在一旁看着，心情激荡，恨不得立马把画带回家裱起来。咋样，王主任，我没骗你吧？顾云熙可是真正的技术型人才，在顾家村这么多年了，我居然不知道咱们村还有你这样的人才。顾云熙藏着了呀。王主任，你看今天顾云熙能不能上工？今天不行，工具都没准备好，这样明一早你来大队，我把东西都给你备好，明天正式开始上工。顾云熙，你看行不？多谢黄主任，王主任了，那今天我就先回去了。顾云熙离开大队时，还听屋里传来争执声。王培生，把画像给我。你说你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还葬我这幅你的画像做啥？黄凤英，这画像是队里的财产，咋能说给你就给你？顾云熙回家后，立马进入了虚拟空间。枣树和荔枝树又长到了一大截，人参种子依旧没什么动静，辣椒已经成熟了。顾云熙先是把一串串火红的辣椒采摘下来，随后又把在家里找的小麦种子在空地里种上，等着收获一波麦穗，磨成粉给家里添置点细粮。顾云熙提着从空间里装的水，准备去看看他爸和大哥。沿着田埂没走多远，就看到2个磨洋工的人，一个是田静，一个是陈茵，两人都是第6小队的人。陈月生心疼田静，给他分配了除草的轻省活，至于陈茵，则是队里给的处分，5公分帮队里除草7天。两人也看到了顾云熙。小月，你别生顾云熙的气了，她虽然做事偏激了些，但也只是想嫁给陈队长而已，你就当可怜可怜她吧。嫁给我哥，做他的大头梦去吧，这辈子只要有我在，他顾云熙就别想进我们陈家的大门。说着，陈月扯起一把带着泥土的草，狠狠扔到顾云熙脚边。陈月这个小说里的恶毒女配果然愚蠢，只需要稍加挑拨，她就会立马冲出去给顾云熙找不痛快。我只需要维持好自己善良温柔的小白花人设，完全不需要当那个惹人嫌的靶子。陈月看顾云熙没反应，只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，跑过去又丢了一把草到顾云熙身上。哼，有些人还是少做美梦的好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长得又胖又丑，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凰。此时的顾云熙灵机一动，突然坐到了地上，不过手里拿的水还是平平稳稳的。打人了，陈月又刻薄阶级同志了。陈月又打人了，他不是刚从大队放出来吗？呵呵，有个当民兵队长的舅舅就是不一样。雷大锤成天吆五喝六的，在队里都趾高气昂，都说当官的都是为人民服务，他给咱服务啥了？这种人早就应该上报公社收拾他了。社员们都不是瞎子，陈家仗着雷大锤的关系，年年都是余粮户，谁不眼红都巴不得陈家倒霉。不是这样的，小月没打顾云熙，是他自己跌倒的。就是，我和田静姐站在这说话，顾云熙突然假装跌倒，说是我打他，谁看见了？我就问谁看见了？谁看见我打他了？顾云熙平时啥时候下过的？他就是故意过来找我麻烦的。社员们看看田静和陈月，又看看跌坐在地上的顾云熙，议论纷纷。有人相信陈茵，有人相信顾云熙，也有人嚷着找黄凤英过来调解矛盾。此时的陈东升也闻声赶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现在是上工时间，闹什么闹？都不想挣工分了。算了，今天黄主任不在，是没人给我主持公道了。有什么话你就说，我作为咱们生产大队的小队长，难道还解决不了一件女人吵架的小事？上回贸然打了任天祥，要不是他身上带了迷药，证据确凿，只怕我小队长的职位还真要被支书给撸掉。做事是万万不能像以前那么鲁莽了。解决什么解决？哥，顾云熙把我推倒了，你看我的手，打人的明明是他，他却贼喊捉贼，说是我和田静姐。此时的田静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但当着众人的面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继续维持自己娇弱小白花的形象，心里却是暗骂陈茵缺心眼。顾云熙，你是专程过来滋事的吧？你不是想见黄主任吗？走，咱们一起去大队，我看今天你那张嘴还能说出什么话来。我打你，我们3个足足隔了2-3米远，我怎么打你了？你推了人又跑远了，专门陷害我和田静姐。陈月，你的愚蠢让我觉得敷衍你都多余，说谎都不会，你还能干什么？话落，顾云熙就冷静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你们看，我腿上现在还有泥印子。你说是我砸的就是我砸的，谁看见了？你说的是，反正当时在场的只有你，我和田静。听你说田静马上就要和陈队长结婚了，他愿意给你做伪证也是正常的。我没有做伪证，就是你自己跌倒的。我觉得田静没撒谎，而且不就是砸几下土块子，还能把人给砸倒，摆明了是顾云熙假装的。
这时，黄凤英和王培生突然来了，有面灵活地把事情的经过始末一一说了出来，包括陈月的辩解和田静的作证。田静，真是你说的那样吗？自从上次出了任天祥那档子事后，我对田静的好感算是直线下降了。虽然最后查出来田静还是个好闺女，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她要没表示任天祥咋偏偏就传上她了？田家条件差，没壮劳力，任天祥一个地主成分的，能看上她？黄主任，我说的是真的，顾云熙是自己跌倒的。你怎么说？大伙也知道。之前因为陈月打我，我流了好多血，医生说我失血过多会贫血，人一贫血就容易没力气。陈月用地里的土块砸我，可一点没手软，他这是存心要我死啊！而且我刚刚只是多看了他和田静一眼，他就对我下这种狠手，我知道他肯定是怕我和主任告状。告状？告什么状？我们伟大的领袖说了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，我们要以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精神战胜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，爱国家，爱集体。试问社员们都在积极的劳动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，只希望年底能多分点粮和菜的时候，田静和陈月在做什么？他们在说闲话，你们瞧瞧，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，他们俩干了多少活？陈月也就算了，队里处分他无功分上工，他心里不服气，不想多干也正常。那田静呢？他干的这点活值8个工分，他少干。积极参与劳动的社员们就要多干，这难道不是一种剥削？如果田静和陈月不受到处分，那以后大伙都有样学样，那年底分到大伙手上的粮还能有多少？想一想吧，人人都这样消极怠工，对咱们大队的净损失会有多大？续接上集，顾云熙这一番话落下，四周一片死寂。此时的陈月脸色苍白，双腿发软，只觉得自己完了。好你个顾云熙，在场的谁没偷奸耍滑过？这分明就是给众人戴高帽子，让我和陈月当整个大队的罪人。顾同志说的没错，田静、陈英，你们出工不出力，严重拖了我们生产队社员的后腿，这种行为必须进行严厉的批评和处分。王主任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我从小到大穿的都是姐姐剩下的衣裳，今天好不容易穿上新衣裳，怕把草弄脏。对不起，我愿意接受队里给的处分和批评，也会好好写检讨书，希望大家能原谅。静静，你这么好，大伙都能看得到，怎么会怪你？王主任，新衣裳是我送给田静的，所有的处分和批评我都替她接了。陈队长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原来这衣服是我跟买的，这上上下下一整套少说不得10块钱，哈哈，我这个当妹妹的从小到大也没这种待遇。顾云熙在一旁饶有兴致看到陈月的脸色变化，险些笑出声来。陈月这个蠢货，都什么时候了还拈酸吃醋，我不能被他拖下水啊！静静，你怎么了？还愣着做啥？赶紧把人送到卫生所去啊！陈队长和田静家定亲了，俩人准备结婚了。订什么亲，结什么婚，搭子还没一撇呢。田静惯会勾引人，哄得我哥又给他花钱，又给他买衣裳，就他这种败家娘们儿，哪个敢把他给娶回家？啊，对，就是，田静那弱身子，要不是有陈队长罩着，咋能分配到拔草这种轻生活？可就这种活他都不好好干，以后再给这么多工分，我可不服气。谁说不是呢？下地干活还穿得骚里骚气，才不是给陈队长看的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，人家都晕倒了，还想咋的？呵呵，晕倒，以前咋没晕？不就是看着王主任要处罚了，赶紧想着法儿的逃跑呢？这么一比较，田静可还没陈月有担当哩。热闹都看完了，还不赶紧干活去？都不想挣工分了，再在这儿说3到4，晚上记工分都减半。陈月也干活去，等队里下通知，看得你啥处分。哼！小顾呀，你政治觉悟很高，是咱们大队的好同志、好社员，好好干，未来日子不会差的。多谢王主任，黄主任，我就先去给我爸我哥送水了。午饭后，顾云熙就出了门，准备去镇上的黑市把空间里的辣椒和黄金卖掉，先前用彩铅画好的白网鞋也要出售掉。现在工人们都还没下班，来供销社的人不算多，我得先找个位置蹲守买鞋的有缘人。看样子今天是遇不着有缘人了，还是去黑市碰碰运气吧，说不准能移到把鞋子、辣椒、黄金都卖出去呢。顾云熙准备走时，只见一个和他吨位差不多的女孩突然从街头走了过来，直奔着供销社就去了。就你了，不等了。你是谁？你拦我干嘛？好漂亮，这是供销社新上的款式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画的，我爸心疼我，总想叫我穿的和城里女生一样，不过你瞧我这样子，哪里配得起，所以想了点法子，想转手出去，再把钱还给我爸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只卖3块5，你放心，我一下都没穿过，还是崭新的。我要是穿着这双鞋回大院，那几个死丫头还不得羡慕。不过我兜里只有5块，今天家里来客人了，还得去国营饭店炒俩菜带回去。顾云熙见他面露踌躇，知道他是喜欢这双鞋，只是还下不了决心。我看这双鞋也只有你这样的城里女生才能穿出花样来，你要是不要，那我就不卖了，拿回家放着，等往后有机会了自己穿吧。等等，你等等，我又没说不要。我就知道这双鞋和你有缘，那你既买了我的鞋，我也不能叫你亏着。这是我自家种的辣椒，给你些。你家种的辣椒可真好，我叫朱蓉蓉，家在县革委会大院，往后你要还卖这些新鲜菜，就过去找我。续接上集，卖了鞋，顾云熙就去了黑市，在角落里藏了半天，寻摸着能钓条大鱼。
我不买药，你赶紧让开，不然我可让民兵队的人过来了。同志，我这里有好东西，硬通货。硬通货啥？细粮吗？你跟我来借一步说话。你疯了吗？这东西是明令禁止的。粮食、副食品也是禁止的呀。这东西太烫手了，我吃不了，而且我也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黄银公社没人能卖，你也别白费功夫了。顾云熙售卖黄金的计划虽然落空了，但是并没有气馁，把带来的辣椒卖掉后，又在黑市买了5斤玉米面，买了半只老母鸡，回去给爸爸哥哥炖汤喝。刚准备离开，就被叫住了。姑娘，等一下。大叔还有什么事吗？闺女要小鸡崽子不？你有。顾云熙欣喜万分，就这样从黑市买了16只小鸡崽子，放到空间后就回了顾家村。刚到村口就碰到了王培生。小姑娘，这是上公社去了，画墙画用的彩色颜料准备好了，你明天早上直接上工就成。行，多谢王主任了。小顾，你今天检举有功，队里已经对田静和陈月做出了处分。什么处分？田静和陈月各自出30天奖给你，算是对你检举社员偷懒的奖励。在这个以粮为纲的年代，城镇居民每月也就分30斤左右的定量粮，让田静和陈月每人交出1个月的口粮，算是很严重的处分了。那就谢谢王主任了。我闺女这手艺都能去国营饭店当大厨了。啥也不是。对了，小妹，你不是有喜事要说吗？赶紧说出来，让咱们多高兴高兴。顾云熙淡淡一笑。今天黄主任和王主任给安排了个画墙绘的任务，我接了，1天25个工分，不限时间。啥25个工分？这时候就算是队里的壮劳力，累死累活的干1天最多也就12个工分。顾云熙干1天比壮劳力挣2天的工分还多。你连画笔都没摸过，咋会画？而且队里还给了你1天25个工分，你要是画不出来咋办？还不是想出风头？要我说，你就消停消停，最后画不出来，队里还得来我们家搞批斗。我上学时候跟着一个知青老师学过，不过那时候你们每天都在外头，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，大概是不知道。我闺女就是厉害，不声不响的就学了一手本事，现在还能凭着本事挣工分了。那是当然，往后我多挣工分，养活你们。这时，院子外头突然传来了田静听不出喜怒的声音：“顾云熙，顾云熙，你在家吧？过来开下门。”小妹，你别动，我去开门。没一会儿，顾瑞怀就领着田静进了屋子。田静手里抱着粮袋。小静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，是不是顾云熙又招惹你了？田静，你是来送粮的吗？送粮？送什么粮？二哥，你不知道，今天田静和陈月在地里偷奸耍滑，闲扯淡不干活，我检举了他们。之后田静被王主任和黄主任给抓了个正着，这不，大队给了处分，1人30斤粮，算作给我大公无私检举社员偷懒的奖励。哼！田静，这粮是陈东升替你出的吧？顾云熙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我得检查下粮袋，万一你里面掺了沙子，事后不认账咋办？顾云熙边说着边打开粮袋检查起来，确认没问题后，冲田静说道：“行了，你可以走了，记得跟陈月说一声，尽快把他那30斤粮食送来。”哼！顾云熙，等我回来再跟你算账。小静，等我，你慢点。续接上集。这臭小子算账和谁算？看把他给能耐的，老子把他皮给揭了。闺女别怕，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逆子，也不看看人家能不能瞧得上他，他就使欠收拾。好了吧，多大点事啊，不值当生气。30斤粮够咱们吃几天了？早点睡，明天还要上工呢。我先回屋了。小静，对不起，我替顾云熙给你道歉。我可是拥有上帝视角的现代人，穿书到这本小说里，可不是来当炮灰女配的。我要把女主顾云熙的人生全部抢走，转嫁到自己的身上，而眼前的顾瑞怀就是我的一颗棋子，一颗连陈东升都不如的棋子。你没事吧？我刚刚有些生气，不是故意推你的。你也知道，30斤粮对我家来说太重要了。小静，你别怕，这30斤粮我会还给你的。顾二哥，你真好。顾二哥，有个事情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什么忙？你说，只要是我能做到的，肯定不会推辞。队里这几天批评了我有点不想去上工了。你能不能把你家屋后的那块空地让给我，让我种一些菜？我当是什么事？小事一桩，你随便种。那我们就说好了。田静刚回到家，还没来得及进屋，里屋就传来了田大有骂骂咧咧的声音：“你还知道回来，丢人玩意儿！要不是陈队长答应给你交粮了，老子就把你给赶出去，滚去睡觉！”哼！根据书里的剧情，还有2个月男主就该插队下乡了。在此之前，我得尽快抢到女主的金手指。那一堆金银古董是从顾云熙家屋后挖出来的，不过我还没看到金手指到底是什么，就穿书了。我得尽快行动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顾云熙就开始了强会任务。只要人还没演技，就得早起上班去。别人还在梦想里，我就已经到公司。今天打工不努力，明天就得吃空气。努力，我要努力，我要挣他10个亿。这孩子干活认真，以前那传言呀都不是你呀，以后也别对小顾有啥意见。我看着这孩子不错。我能有啥意见？我对人对事一向公平公正，啥时候偏见过？
中午收工后，顾云熙准备回家吃点饭。快到家时，看到了在自家屋后拔草锄地的田静，心头的恨意几乎不受控制的汹涌而出。田静，你在做什么？顾二哥昨天答应把这片地让给我种菜了。自留地对家家户户来说都是最珍贵的，恨不得边边角角都种上吃的东西。我家的地你不问我爸，反倒问顾瑞怀，你存的什么心？你家又不种，这才是浪费。我家种不种关你屁事。田静，先管好自己家的1亩3分地吧，以后笼络好你的陈东升就行，离顾瑞怀远点。云溪，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你咋对我这么……你说我到底是哪里惹你生气了？我改行不行？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这块地对你家来说没什么，但对我来说很重要啊。如果你真不想让我种，那我不种好了。顾云熙，是我让小静种的这地，你有什么邪火就冲着我撒，别找小静的麻烦。小静，你没事吧？小静，别哭了，这块地我们又用不上，让小静用又能怎么样？顾云熙，你总是这么狭隘又自私，看着就让人生厌。顾二哥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的错。这怎么能是你的错？我已经答应让你种了，那这块地就该你种，别理他，我家现在还轮不到他来做主。我闺女做不了主，你就能做主吗？续接上集。我闺女做不了主，你就能做主吗？老子还没死呢。大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你听我解释。去你丫的！臭小子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？用不用我把户主让给你？这块地我已经跟支书说过了，咱们家自己种点菜。大哥，我已经答应田静了。行了，老二回家，这地下午让老三过来翻把菜种上。还翻什么翻？我都把地除完了。顾瑞怀这个废物，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。顾云熙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田静，这块地你别想了。闺女走，咱们回家。爸，咱屋后原本就是买宝贝的地方，千万不能叫别人种了，免得被人发现。闺女放心，爸知道。二哥，你拿粮袋做什么？把粮袋给老子放下！不放，地不让种，粮总要还吧，都是邻居，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。顾月怀冷眼看着，突然觉得一味的阴欠就忍让顾瑞怀不见得是对他好，继续这样下去，他只会越走越偏激，甚至最后为了田静和家人决裂也不是没可能。二哥，这粮是王主任奖励给我的，你要想还田静，就自己挣工分自己还。挣就挣，谁稀罕你的粮？这个逆子真的气死我了！爸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得。二哥会想明白的，先回屋吃饭吧，下午还得上工呢。下午顾云熙又出发去饲养处上工了，一直到太阳落山，顾云熙还摸黑勾勒着墙绘上的细节时，社员们都撂下碗来饲养处记工分了。这是谁画的？画的可真好看啊！是顾云熙，想不到顾家那闺女还有这本事哩。这还是顾云熙吗？我认识顾月怀这么多年，还从不知道她会画画，还画得这么好。闺女该记工分了。来了。这画墙画也算上供啊？队里给多少工分？大队说了，我闺女干一天给25个工分。啥？25个工分？一旦激起千层浪，人群都因为这个数目而骚动起来了。社员中有嫉妒的，有不服气的，也有羡慕的。但看到墙上的墙绘时，话又堵在了嗓子眼儿。毕竟不服归不服，但换个位置，他们可没那本事画出这样的墙画。顾志凤听着周围人的窃窃私语，心里头别提多得意了。原本还担心闺女因为太胖嫁不出去，这一下子本事一宣扬出去，还愁没人上门。一天25个工分，那可相当于2个壮劳力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陈月和田静也没再出来作妖了，顾云熙也投到了日常工作中。终于在1周后迎来了须弥空间的大丰收。顾云熙看着眼前的一片丰收景象，不自觉地笑出声来。这几天接连不断的播种收割，茅草屋仓库里已经堆放了不少麦穗，全部碾成白面的话，少说也得500斤。500斤白面放在黑市能挣90块钱。荔枝也迎来了硕果累累的丰收季，粗壮的荔枝树上挂满了荔枝，一大串一大串的，远远看过去就像是镶嵌在绿枝条上的宝石，引人垂涎欲滴。可惜的是，现在不是荔枝成熟的季节 ，S 省也并不生产荔枝，顾云熙没办法拿去卖。枣树上缀着的红枣一个个红玛瑙似的，几乎挂满枝头。顾云熙看了几眼，旋即就投入到紧锣密鼓的采摘中。终于摘完了，不往我家搬家点的采摘，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难道是？哇，好多鸡！前几天从黑市买来的16只小鸡崽子，已经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大家族。一眼望去，到处都是咯咯哒咯咯哒的母鸡。奇怪，怎么突然想来一段唱跳 rap 呢？不行，现在还有一地的鸡蛋等着我捡呢，不能浪费时间。随后，顾云熙又投入到了捡鸡蛋中。终于捡完了，一共有800个鸡蛋。现在黑市一个鸡蛋能卖6分钱10个就是6毛，80个就是8块4，800个就是84块钱。嘿嘿嘿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看来明天得去一趟镇上了，得尽快把这些东西换成钱才是王道。天一早，顾云熙来到了大队办公室。王主任，我请1天假，有点事需要去镇里一趟。去吧，别耽误了墙绘的事就行。王主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小顾，我看你比前几天瘦了好多呀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工分要挣，饭也要吃饱。我家现在天天吃肉，比城里人吃的还好，哪会挨饿？难道是因为喝了须弥空间里的水的缘故？现在家里的饮用水都被我换成了空间里的水，没想到还有减肥的功效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王主任关心。
顾云熙一来到黄英公社的黑市，立马寻摸起目标来。所谓一回生二回熟，整整一个上午，口袋里已经装满了货，零货整的钞票足足12块6，收获还不错，先去买个大饼填填肚子。续接上集，想我贺兰章堂堂7尺男儿，难道真要为了仕途而迎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吗？真是让人头疼啊！让开，我不买东西。这人什么记性？前几天刚见过就认不出我了。同志，我上回听你说了，还特意去打听了黄金的事，果然如你所说，我是来谢你的，诺，请你吃红枣。是你啊，你变瘦了。看你心情好像不太好，枣甜多吃点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去买大饼吃。哎，等等，我请你吃1碗面吧。那个我也饿了。那谢谢你，上回就瞧出来了，这人心地善良，怜悯弱小。他但凡表露出些许困难和凄惨，他都会拔刀相助。不过我的本意是叫其买下筐里的东西，没想让他请客。两人来到国营饭店后，贺兰章点了2碗面，又点了几块烧肉。这年头能去一次国营饭店吃饭，那可是值得吹嘘1、2个月的大事。不过对于贺兰章这样的富家子弟来说，却是常有的事。那个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顾云熙，你呢？我叫贺兰章。贺兰章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呢？好像上辈子听说过，但他的模样却又很陌生。你怎么不吃肉？不爱吃，谢谢。这年头真会有人不爱吃肉吗？看来是他不想占太多便宜。现在世人重利，连自己家人都不例外，可偏有这样品行高洁的人。面吃完，顾云熙准备再去黑市蹲一蹲，刚要走，又被贺兰章叫住。上回你让我看金子时，我看到篮子里有辣椒，还有吗？我想买些辣椒。没辣椒，只有些枣、鸡蛋、麦穗和1只老母鸡了。那我买些鸡蛋吧。这人多眼杂，咱们换个隐蔽的地方。我操！这么大的鸡蛋，这鸡也是又大又肥。顾同制作活应该是一把好手吧？看着麦穗这么饱满，磨出来的面肯定是一等面粉。贺兰章原本只想买点鸡蛋的，可这一看后，直接掏出一张大团结，买了1只老母鸡和30个鸡蛋，外加30斤麦穗。顾云熙又送了半斤红枣和10斤麦穗，看在那1碗面滴份上，算是礼尚往来了。今天一天进账了22块6毛钱，比厂里的正经工人1个月挣的还多。不过对于140块钱的债务来说，还差得远。回到家后，顾云熙就看到3哥顾西怀正在看书。至于2哥顾瑞怀，自打那天顾云熙不让他拿家里的粮袋后，就开始行迹诡异起来，3天2头不着家，也没上工。如今空间里的鸡群日益壮大，每天最少也能捡70个鸡蛋，拿去黑市就是4块多，1个月就有120块钱，堪称巨款了。不过种类太单调，长久只吃鸡肉鸡蛋也不行，要不上山搞个小陷阱，抓点兔子。续接上集。顾家的在家没？顾家的，呵，你们家老二出事了。二哥，我二哥这是咋了？他出啥事了？哪里受伤了？我是在山上碰见他的，当时他还没晕哩，非让我把他送你们大队来。他这腿估摸着是给狼咬断了，得赶紧送卫生所去。我去把我爸和大哥叫回来，你们先等等。等等，3哥别急，你看着二哥，我去和王主任借牛车，现在就把二哥送县里的卫生所去。没一会，王培生赶着牛车就到了顾家。在几人搬运顾瑞怀的时候，顾云熙跑回房间，从须弥空间里舀了满满一大罐水。一路上，顾云熙不厌其烦地用空间井水冲洗着顾瑞怀的伤口。二哥，你能听到吗？马上就要卫生所了，你再坚持一下。你是病人家属？是，我是他妹妹。医生，我哥怎么样？他的腿不会有事吧？他的腿被狼咬的，外伤严重，需要缝合。不幸中的万幸是没伤到骨头，而且你处理得很及时，伤口血止住了大半。做完手术卧床休息几个月，行了，缴费去吧。你好，总共135块6毛钱。这么多，护士，我现在只有20多块钱，能不能先给做手术？剩下的钱我会尽快补上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有规定，必须先全额缴费。原本就拖欠着140块的外债，如今又来了一笔135块6的横债，100多块钱，一时半会也凑不来，只能借了。王主任，我想和你借点钱，我二哥的伤需要做手术，手术费要100多，我现在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，您能不能？小姑姑，没那么多啊，这样我家还有30多块钱，你等着，我回去给你吧。加上王主任的30多块钱，也才50多块，还差80呢。现在时间不等人，只能再去求医生了，看剩下的钱能不能宽限几天，先做手术，伤口不能耽搁太久。顾云熙刚一转身，就看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，是大姑顾金凤。上一世顾家死的死亡的亡，大伯和二姑还稍稍顾念一些感情，给送了几回粮，大姑则不闻不问，完全就当没有顾家这一门亲戚。不管了，为了救二哥，只能求大姑试试了。大姑，顾云熙，我好不容易跟他家划清界限，不能被连累。谁是你大姑？你可别乱叫。顾同志，我是……等等，我不姓顾，我叫聂佩兰。你要是想借钱，那我劝你免开尊口，好狗不挡路，让开。顾同志，你怎么在这？续接上集。顾同志，你怎么在这？我
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没事，你说，能帮的话我一定帮。顾云熙嗓子一堵，抬头看着贺兰章俊秀的脸，突然就想起在哪听过他的名字。贺兰章原来竟是他的好友，前世曾偶然听他提起过这个名字，只知道两人是军中战友，关系匪浅。贺同志，我哥哥被狼咬伤了腿，需要做手术，手术费还差80，你能不能把条子给我吧，我去缴。顾云熙还没反应过来，拿来吧你。贺兰章就已经抽走了他手里的条子，去护士站缴纳费用了。缴好了，快拿去吧，别耽误了你哥哥的手术。谢谢你贺同志，我一定尽快把钱还给你，连本带利的还。快去吧，手术要紧。谢谢。闺女，老二咋样了？路上碰上王主任，说要100多块钱的手术费，真要那么多？医生说没有伤到骨头，伤口已经缝合了，这几天打吊瓶消炎，慢慢休养就行了。手术费总共135.6块。没事，爸去借，爸现在就去借。你们几个在这守着，好好看着老二，知道吗？爸，手术费我已经交上了，至于借钱，大伯和二姑就别想了，咱们连建房的钱都没还，他们怎么肯再借？还有大姑，刚刚在卫生所门口碰上了，她说她现在不叫顾金凤，叫聂佩兰，借钱的话免开口。闺女，你怎么缴的钱？难道是那一箱黄金古董？也不对，清安县这个小地方没人吃得下这些东西，无法变现。一个朋友帮忙垫付的。爸，你和大哥还得挣工分，你和三哥先回家吧，今天晚上我和大哥在这里守着，三哥你明早再过来把大哥换回去。以往还觉得自己是家里最聪明的一个，可一发生大事，突然觉得自己反而拿不了主意了，只能做那个被支配的人，而且还是被以前那个最不懂事的妹妹支配。等送走父亲和三哥后，顾云熙顺便去食堂买了点饭。回到病房时，顾瑞怀已经醒了。大哥，你别说了，这和田静有什么关系？他又没让我上山套兔子，是我自己非要去的。你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？顾云熙说的话能信？这回是我自己不小心，你不用在这里照顾我，回去吧。老二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以前你虽然脾气倔，但最起码爱憎分明，怎么这回像是着了魔一样？田静真有那么好？切，田静，你3句不离这人，怎么没见他给你付手术费？你为了他被狼咬断腿，他来看了你吗？自作多情。手术费，你不也口口声声逃不开钱？你放心，这笔手术费我会还你，我顾瑞怀还犯不着成你这种人的情。行，135.6块，利息1天2分，什么时候还完什么时候就算了，否则你每天都要成我的情，是我给你缴的手术费，知道吗？你什么你，我什么我告诉你，这窝头也是我买的，1个2分，这里是3个6分钱，看在你生活已经无法自理的份上，粮票就不和你要了，也记得还。老二的确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了，不然以后还不知要惹出多大的乱子。大哥吃花卷，你上完工就来照顾顾瑞怀，也落不到好。有些人说我没良心，呵呵，真是50步笑100步，可笑。顾瑞怀一顿，眼神不着痕迹扫过顾廷怀通红的手，他是知道大哥在河道上攻的，那里都干的是力气活。他嘴唇紧绷，原本还想嘴硬，但心头酸涩，还是闭上了嘴。大哥吃吧，我出去转转。天都黑了，你上哪儿去？没事，我自己会当心的。我在这，我怕某人吃不下我有什么吃不下的？什么账都算我头上。续接上集，顾云熙出了卫生所，坐在门口的台阶上。虽然早就知道二哥不喜欢自己，但上辈子的自己不在乎，这辈子在乎了，才真真切切知道这种不喜欢有多深刻，好像刻在骨子里的厌恶。可是二哥上一世却能忍着这样的厌恶，为了照顾自己这个妹妹而闹得妻离子散。二哥对田静陷得越来越深了，得想个办法让二哥看清田静的真面目，绝不能重蹈前世的覆辙。另外还有债务的事也要抓紧解决了，看来只能去一趟市里了。只要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随随便便寄卖1件，就能换点钱回来周转。第二天一早，顾云熙就回了顾家村，到家后就立马进了空间。顾云熙看着放宝藏的木箱，最后选了一枚最不起眼的翡翠戒指。这枚翡翠戒指晶莹剔透，很水灵，应该算上品。王主任，小顾回来了。昨天给你送钱的路上碰到你父亲，说已经凑到手术费了，我就没有再去。你二哥现在咋样了？我听我爸说了路上碰到您的事了，谢谢王主任关心。我今天过来是想和您说一声，我能不能再请2天假？我准备去周兰市找亲戚，路上得耗费些时间。行，钱花的事儿不急，我这就给你开介绍信。顾云熙从大队开完介绍信，给家里留了张纸条后，就坐上了开往周兰市的火车。顾云熙一下火车就轻车熟路地来到了青柳国营寄卖店。此时店里已经有个年轻人在寄卖手表，保养得很好，价格20，你看怎么样？20就20吧，1个月之内可以赎回，过期不候。我不准备赎回，能不能多抵些钱？最多只能再给你添5块。5块就5块，我不会再来赎回了。等年轻人走后，顾云熙连忙上前取出翡翠戒指递过去。师傅，这个是我家祖传的。这是水色出众的上等翠玉啊，通透似玻璃又飘着兰花，铜质真要卖。师傅看值多少钱？ 600。成。
我卖了。为期1月可赎回，过了时间可不行。师傅，刚才那人卖的那块手表能卖给我吗？手表？你是说这块？我要这块，怎么卖？35元。顾云熙没犹豫，花了35块钱买下了这块手表。离开寄卖店的时候，已经从苦哈哈的穷鬼变成了腰缠100块的有钱人。放开他！你们这群拐子！你们快把人放下！拐子，我最痛恨的就是拐子。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，既然碰到了，那我就不可能放任不管。续接上集，顾云熙当即转身循声过去，没走多远，就看到前方一个年轻男人满脸怒容，正指着2个凶神恶煞的粗壮汉子，其中一个汉子手里拽着一个4、5岁女孩。是他！你们再不把人放下，我就喊人了。少他妈多管闲事，喊人！你喊啊！呵呵，我们带着妹妹出来玩，你小子还管上了。顾云熙逮准机会，一个箭步冲上去。一个右边，一个左正中，一个右边，快来人啊！救命！有人抢我妹妹！老师傅，有人抢我妹妹，麻烦你们帮忙报警。你妹妹明明就是我妹妹，你个女拐子倒是好计谋。你说她是你妹妹，你有啥证据？顾云熙看着照片，眼神有些怔愣，下意识把小姑娘抱得更紧了些。他前世见过这张照片，在他的书里一直夹着一张全家福，以及这一张小姑娘的独照。居然会在周兰市遇到被拐的燕少棠，这是他最疼爱、最喜欢的小妹妹啊！看见了没？这就是我妹妹，照片我都随身带着，就怕有人拐走。就是，大伙别听这女拐子的话，她才是个骗子。这小姑娘虽然是个傻子，但模样标致，还真是拐子最喜欢的。我看这俩汉子在说瞎话。小姑娘生得漂亮，皮肤又白，一看出身就好，咋能和这俩糙爷们有关系？我看到是那位女同志眼神正直，不像拐子。那照片是咋回事？女娃娃的照片，拐子总不可能有吧？你们都别走，我已经让人去报警了。等民警来了，自然知道谁是拐子。我妹妹精神不正常，她怕生人，一直待在这里犯病了，你赔。我现在就得把我妹子给带走。敢在我们国营寄卖店动手，胆子倒是大。来人！麻烦大伙把这2个拐子看住，等民警来了也好有个交代。都抄家伙，给我把他们拦住！哥，你们这群拐子，多留，不能跑！想死，老子成全你！就这么一耽搁，寄卖店里的伙计们都抄了家伙跑了出来，将2人团团围住。打他！那小姑娘没事吧？谢谢你同志，我叫顾云熙，这是我家亲戚的妹妹燕少棠。少棠是自幼发烧才导致的脑损伤，没想到居然被有心人盯上了。要不是你挺身而出，我妹妹怕是找不回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一定上门感谢。我叫程岭，顾同志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也是恰巧碰上了。此时2位帽子叔叔也来到了现场，老师傅连忙出面交涉。一位帽子叔叔走到顾云熙面前，同志，有几个事情需要详细问问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叔叔，还有这位同志，听说是你先发现2个拐子的，也麻烦你走一趟。续接上集，同志也不用太紧张了，麻烦你先出示一下介绍信。清安县顾家村生产大队。我是过来寄卖物件的。你和这小姑娘是什么关系？她是从哪里被拐卖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这些信息麻烦你说一下。她叫燕少棠，是我亲戚家的妹妹，她是从京城被拐来周兰市的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拐子觉得周兰市交通便利，只是没想到我恰好去了寄卖店，这才就回了妹妹。少棠家还有2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那你知道她家具体地址吗？知道，京城苍兰胡同。苍兰胡同，你是清安县人，怎么会有京城亲戚？是什么样的亲戚？未婚夫，他哥哥是我的未婚夫。接下来民警问什么，顾云熙就答什么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燕少棠醒了。那个他，少棠又时发了高烧，脑损伤导致的他与正常人不太一样，所以才会被拐子盯上。民警同志，我们能走了吗？同志，那你就暂时带小姑娘回去，我们警局会与她的家人联系，到时候等她的家人来了，再去清安县找你。再过1个多月，他哥哥就要下乡到清安县来插队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先把人带去吧。等顾云熙从警局出来后，就带着燕少棠直接去了火车站。2人回到家已是后半夜。谁在那？爸，是我回来了。闺女，你可回来了。闺女，你去周兰市当拐子了。虽然咱家没钱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但这种丧良心的黑心钱咱可不挣，这可是一条不归路啊。爸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他是我从拐子手里抢来的，民警看我面善，就让我暂时收养他了。收养？闺女，你还是把孩子给民警送回去吧。你个半大的姑娘，婚都没结，养啥孩子？这小姑娘漂亮，总能找到好人家收养的。不要，我会自己养她的，你放心吧，爸。小妹一路还顺利吗？这小女孩也没什么事吧？没什么事，不过她不是个正常孩子，以后还是要更操心些。闺女，这……没事吧，我能顾得过来。对了，二哥怎么样了？今天回来的太晚，倒没空去看他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
能有什么事？顾瑞怀那小子如今每天乐呵呵的像偷腥的猫似的，他能有什么事？啊呸！以后我就当没他这个儿子。爸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老子说错了，他有能耐，要女人不要老子，那以后咱们顾家就没他这个人。田静这2天去卫生所了。你走那天，田静就拿着东西去看老二了。老二如今的田静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了。我重生后千方百计让家人远离厌恶田静，却忘了二哥这个最大的变数。他对田静的感情极深，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的田静已经开始针对顾家，但既然他非要不死心的凑上来，那我不如将计就计，诱敌深入，让田静露出狐狸尾巴。爸哥，往后田静再接近二哥，咱们都不用阻拦了。不阻拦，他个毛头小子，让田家闺女啃碎了骨头都不知道。咱们不拦着，这回是被狼咬断了腿，下一回怕是小命都要没了。小妹，我知道老二对你不好，但田静他不是个过日子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喜欢老二？继续让他糊涂下去，只怕真的无可挽回了。阻拦有用吗？你们说说，一个女人就叫她摸不着东南西北了，得亏是新社会了。要是搁以前，咱家家产怕是都能被田家闺女骗完。不会，家产只会被你提前赌完。你敢讽刺老子？行了吧，这一趟没白去，咱家能还上债了。还债？小妹，你到底去周兰市做什么了？你问那么多做甚？你乃留了一件首饰，我让你小妹拿去周兰市寄卖店给卖了。周旋，说来说去都怪老二那不争气的。好了，爸，大哥，少棠才4岁，坐一路车也累了，我要哄他睡觉了。接上集。第二天一早，顾云溪拉着燕少棠进了办公室，王培生还没来，王福倒是在。小顾从县里回来了。这位是我亲戚家的孩子，长得倒是标致。支书，王主任呢？他咋还没来？不知道啊，往常这个时候早该来了。王主任平日最是敬业，怎么可能突然旷工？支书不好了，你快去看看吧，王主任出事儿了。出啥事了？做个事儿一点不沉稳，像什么样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王主任出事儿了，这会儿在家门口呢。黄主任让我过来叫你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人都要打起来了。王主任出事，黄主任叫我，谁和谁打起来了？王主任和黄主任不是。哎呀，支书，咱们还是赶紧过去吧。看他焦急的模样，王福只能气喘吁吁地往王培生家跑去。顾云溪一把抱起燕少棠，也跟了上去。都让开，支书来了，支书来了。顾云溪紧跟王福后面挤到了最前方，此时的王培生正咬牙切齿的模样瞪着眼前的女人。王培生，你个薄情寡义的男人，我跟了你10多年，你最后就是这么对我的。说话的这个女人正是王培生的妻子李红梅，夫妻俩算是2个极端。王培生平日与人为善，在大队人缘极好，而李红梅的名声极其难听，不知她这回又是闹什么幺蛾子。你说到底是哪个小蹄子？你把粮票借给哪个不要脸的女人了，还送鸡蛋？混，到底什么关系？还给你送鸡蛋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不说是谁，你这个大队治保主任就别想再当了。我们已经没办法再过下去了，正好支书在，让他给做个见证，咱们去公社把离婚处理了。离婚？你想和我离婚？做梦！我告诉你，王培生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摆脱我李红梅，一辈子都别想。今天老娘我非撕了你不可。李婶，你想多了，那粮票是我和王主任借的。是你勾引王培生，让他借给你钱，借你粮票，鸡蛋也是你送过来的。闭嘴，李红梅，你不要脸，人家小姑娘还要，有什么话回去说。我就知道，王培生，你要不要脸？还有你，顾云溪，小年纪就勾3搭4。无理取闹，我真是受够你了。李红梅，你跟我回去，这事儿我和你说明白。你打我，你竟然为了顾云溪这个小可爱打我，你们这一对狗男女。我借粮票是因为我二哥受伤住了卫生所，我得去周兰市找亲戚借钱。王主任心善，是个好人，碍于大家都是一个大队的情面，把粮票借给我了。他有什么错，让你用这么恶毒的话来恶心人？粮票路上没用，回来后就想还了。至于鸡蛋，那是我在供销社买的，为的是王主任送我二哥去县里卫生所经历帮忙的这份情，而不是你嘴里的污言秽语。不等李红梅还嘴，顾云溪又是一顿连环炮输出，直接开启了个人脱口秀。李婶，你既然知道我名声不好，那应该也知道自己什么名声吧？你以为患得患失就能留住男人了？王主任在大队里德高望重，大伙都敬重他，我也如此。不过李婶有病就得治了，不然逮谁咬谁，大伙谁受得了？哼！行了，没啥事了，都散了吧。红梅，你也别胡闹了，咱大队谁不知道小顾喜欢的是陈家那小子？你想太多了，而且王主任也不是那种人啊，不是？不是哪种人？黄凤英，你当你是个啥好东西呢？年轻时候和我一起争，现在看我笑话是吧？你给王培生说好话，你打什么主意呢？你以为他能瞧上你？你胡说八道啥哩？满嘴喷粪的玩意儿，真和顾云溪说的一样，逮谁咬谁。顾云溪也没再回饲养处，李红梅是个脑子不清楚的，谁知道她会不会记恨之下行什么偏激之事？往日王培生也不是没借钱借粮票给别人过，李红梅虽然不喜，但反应也从来没这么大过。她今天是发什么疯？难道是他？哼，这是和田静肯定脱不了关系。既然你不让我舒服，那我也得去恶心恶心你。随后，顾云溪找到上工的顾志凤，把燕少棠交给父亲后，就直接去了黄英公社，一路来到县卫生所。
还没进病房，就听到了顾瑞怀开怀大笑的声音。哈哈哈，小静，你说的这笑话我听都没听过，你是从哪儿听来的？你这每天过来陪我，像个开心果似的，我这腿感觉都有劲儿了。哼，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舔狗。小妹，你回来了。三哥昨晚回来的。云溪，小静，你不用这样，有我在，别怕。顾云溪，你过来做什么？怎么说我也是去借钱给你治腿，你不问问？说起借钱2个字，顾瑞怀脸色愈沉，在心爱的女人面前，到底不愿意承认自己家境太差，连治个病都要外出借钱，便含糊道：你回去吧，我没什么事。二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云溪好不容易从周兰市回来，又是为了你跑的腿，你就这态度？老三，你什么意思？以前咱俩……以前怎么了？以前我是不喜欢顾云溪，嫌她拖家里的后腿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云溪已经变了，二哥，你该睁开眼看看。我记得小说开篇知青下乡时，顾惜怀对顾云溪还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，现在怎么这么快就原谅了顾云溪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？70幸福人生说的是顾云溪的幸福人生，但我作为穿越女，又怎么能走上对照组女配的悲惨人生？这辈子幸福的人生只能是我田静的。看来我得在顾瑞怀身上再多下些功夫了，我必须拿到书里的金手指，否则怎么扳倒顾云溪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再变成以前那样？我看他现在纯粹就是闲的没事，心里不知道瘪着什么坏水呢。在你心里除了田静，怕是也没别人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小静值得。你真的不可理喻，无可救药。诺，反正你欠我的钱已经够多了，这些拿着吧，别把你饿死了没人还我钱了。云溪，对不起，前些日子是我错了，你放心，为了弥补，这段时间就让我来照顾顾二哥，钱票你拿回去，他是为了我才上山的，我来负责就好。小静，你真好。顾二哥不用多说，没事的。还装，还在我面前演起来了。虽然不准备再阻拦你勾搭二哥，但恶心你还是要做的。田静，你又喜欢我二哥了？怎么会？顾二哥是从小最照顾我的人，我还想当海后玩暧昧，我就是把窗户纸捅破。这种事你都好意思开口说，你还是没嫁人的姑娘家吗？我这不是听陈月说他哥准备了100块钱的彩礼用来娶田静吗？100块呢，对咱们这种人来说可太多了。田静，你倒是真的厉害，100块钱都不要，突然变卦和我二哥在一起。作为邻居，我得认真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家别说100块钱了，现在负债都200了，估计拿不出这么多钱娶你，多担待呀。顾云溪不等2人反应，说完转身就走了。顾云溪，顾云溪，顾瑞怀这个废物，要不是因为你是女主亲哥，真以为我会对你另眼相看。现在只能通过你来拿下那块买金手指的藏宝地了。你呀，怎么那么容易被影响？难道我是那种贪图钱财的？我愿意来照顾你，既不是为了100块的彩礼，也不是为了你的回报，念的是你往日对我的好。你不用多想了，顾二哥，有我照顾，相信你很快就能好起来。小静，你放心，等我好了，一定好好赚钱养活你。怎么赚钱呀？要不要带上我一起呀？当然是去黑，而不是。你不相信我，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。是黑是吗？顾瑞怀抿唇不语，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不过看着田静那梨花带雨模样，伴随着些许女人身上的香气飘入顾瑞怀鼻息，令他闷闷地嗯了一声。小样，还拿捏不了你。小静，你放心吧，别人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。顾云溪并不知道自己走后，顾瑞怀被田静给拿捏得团团转。此时的顾云溪正站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面前。谁他妈不要命了，来踹老子的门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？云溪，你怎么会突然过来？也没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！任天祥，我以为上回的事已经让你看明白了，没想到你这装傻充愣的本事又长进了，居然还没死心。不，都是误会啊！云溪，说吧，你过来做什么？任天祥，你想要田静吗？任天祥，你想要田静吗？任天祥，你想要田静吗？你想要田静吗？不知怎地，脊背上陡然窜起了一股难以言明的寒意，身子顿时一僵，一脸警惕地看着他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既然喜欢田静，就应该主动出击。当初能想到利用欺负完对付我，难道不会再想想别的办法把田静搞到手吗？上回你把我扔在田静家门口，就是为了这个。谁让你了？难道不是你自己去的？好，那你个顾云溪，你这也太小心了，咱俩现在也算是开诚布公了。你倒好，还搁这藏着掖着。上回那是不是他和顾廷怀又能是谁？顾云溪看任天祥没反应，接着说道：任天祥，你应该在外面欠了不少钱吧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真的是顾云溪吗？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的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急着还钱吗？你有那么好心愿意帮我，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吧？帮你倒不是说帮我自己。田静把陈东升哄得服服帖帖，前后贴了他不少钱和粮。如果能拿捏住田静，陈东升口袋里的钱岂不都是你的了？这样一来，我也可以得到陈东升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陈东升，我当然知道，家里光景好，年年都是余粮户不说，人也生的巨狼有能耐。上回在田静家门口，陈东升对他百般维护的事，看两人你侬我侬的模样，感情的确不浅。如果我真能拿住田静的把柄，何愁陈东升不听话？到时我的那些外债自然也就不用发愁了。田静最是虚伪，对于他这样的人，你想拿捏住他的把柄，就必须要有实质性的进展。欺负完可以用一次，就可以用第二次，只要时机把握的好，总能如愿的。真不知道陈东升到底哪里值得你。话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任天祥，时间有限，尽快拿下田静才能还钱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对了，再提醒你一句，我二哥顾瑞怀在县卫生所住院，田静主动请缨照顾，他早晚都会路过黄英公社。任天祥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不要让我失望啊！说完，顾云熙转身就走。也不知道两个人有啥深仇大恨，顾云熙这是铁了心不想让田静好过啊，他们不是邻居吗？顾云熙从任天祥家出来，就回了顾家村，一路上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：田静为什么针对他？这是到现在他也不明白。上辈子还能说是源自于后院的宝贝，田静杀人藏宝，怕被人发现秘密。可这辈子呢？难道和我一样也重生了？不对，如果上一世的田静也重生了，那他行事绝不会这么瞻前顾后，甚至早早就该挖出后院的宝贝了。他不是上辈子的田静，那他是谁？不知不觉间，顾云熙已经走到了村口，隐约听到路旁草垛后传来几声争吵，当即顿住脚步，稍稍侧过身看了一眼。这一看，不由得双眉紧锁，眸光晦暗，沉得似能滴出水。草垛后那个和陈东升争执不休的，不是田静，而是上辈子真正嫁给了陈东升的年轻俏寡妇李超英。陈队长，你这是……哼！顾云熙，田静这几天不在大队，你就管不住自己了，看上李寡妇了。陈东升，我真是高看了你。你别胡咧咧，我和一个寡妇能怎么样？她今天上公分到了坏农具，来和我告状的，你别听风就是雨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是怎么知道小静这几天不在大队的？她真不在呀，难不成出去相亲了？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污蔑别人？小静是去清安县走亲戚，你应该知道她姐家到清安县了吧？走亲戚？田静给你说的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你是不是在清安县见小静了？是啊，他说让你离李寡妇远一点，不然的话，他可要投入别人的怀抱了。转天中午，顾云熙上工回来，正准备做午饭，就看到气喘吁吁跑回家的顾西怀。三哥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二哥出事了。是他，那个女人，她去卫生所看二哥了。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？顾云熙当然知道，那个女人就是他们兄妹4个的生母林锦书。重生后还没有见过这位母亲，不过上辈子倒是知道林锦书嫁给了黄英公社的书记万江，成了官太太，如愿吃上了商品粮，还生了一对龙凤胎。三哥回来就是专门说这个？不是，是没钱和粮票了，回来拿点。你先做饭，我去找爸和大哥。顾西怀速度很快，不一会儿就把顾志凤和顾廷怀叫了回来。父子俩一时情绪复杂，脸上眉头紧蹙。闺女，老三和你说了吧，咱们去一趟。哦，你就别去了，我和小妹去吧。吃过午饭，顾廷怀和顾云熙前往黄英公社了。一进入到清安县，顾廷怀就变得愈发紧张起来，身体僵硬，走路都开始同手同脚。大哥，你确定要这么进卫生所？我也不想，这身体它不受控制啊，毕竟是亲妈。好吧，没事，我拉着你。说话间，他伸手拉住顾廷怀，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卫生所。还没到病房，就一眼看到了站在缴费处的贺兰章和一个男人站在一起。贺同志，顾同志，顾同志今天过来看你哥哥吗？这位是我大哥顾廷怀。原来是顾大哥，我是顾同志的朋友贺兰章，您可以叫我兰章。大哥，那时候给二哥缴费就是贺同志帮的忙。贺同志，谢谢。要是没有你出手帮忙，我们家老二怕是……你放心，这钱我们家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顾大哥，不用这么客气。顾云熙刚欲从口袋里拿出钱来，就看到那个男人从缴费处过来。崔和杰，我竟然不知道这两人居然是好友。上辈子崔和杰是以知情向导的身份来顾家村的，他这人表面忠厚良善，实际趋炎附势，对世事的人极尽侮辱之能事。再有1个多月，知青就要下乡了，总不会叫这人再和上辈子一样顺风顺水的。老贺，我说你怎么主动请缨要陪我来卫生所复查呢？原来是有原因啊！你们别听他胡咧咧。顾云熙淡若寒流的目光扫过崔和杰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，数出140块钱递给贺兰章。说好了尽早还你的。我今儿过来的匆忙没拿借条，这样吧，顾同志，咱们明天中午国营饭店见，我把借条给你带过来。明天国营饭店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顾云熙和顾廷怀来到了病房，林锦书并不在，只有顾瑞怀坐在轮椅上，就连田静都不知去向。你们来晚了，那女人已经走了。你明知道爸对她是有感情的，还当着她和那个男人的面前这么无理取闹。她是我们的妈，过来看你有什么问题？你非要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无知无理的小混混，你觉得她会怎么看把咱们养大的老顾？你给她留面子了吗？哥，田静呢？不是要一直照顾你吗？哪儿都有你。小静去送那女人了，还没回来，你还是少操心点别人的事吧。
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做手术的钱都是小妹和朋友借来的？我知道你脾气冲，却不知道你恩仇不分。顾瑞怀，你看看你现在都活成什么样了？小妹是我们的亲妹妹，她还能害你不成？我知道手术的钱是顾云溪借来的，可我也答应了要还啊。她一个当妹妹的，为了救哥哥借钱不是理所当然的，难不成还真要我感恩戴德，跪下给她磕一个，也不看她受不受得起？行了，大哥，人既然已经走了，那咱们也回去吧。走。这时，一个穿着时尚、手里还拎着小挎包的女人抹着眼睛走进病房。顾云溪看着她，脚步一顿，顾廷怀也正愣在原地，半晌没有动静。女人与顾云溪擦肩而过，走到顾瑞怀床边，塞了一个信封给他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赶紧走。拿着吧，算是吗？我的一点心意。李女士，稍等。你是我。顾云溪，我是顾云溪，这是我大哥顾廷怀。想来你已经不记得我们长什么模样了。顾云溪笑了笑，指了指一旁说不出话的顾廷怀，声音从容而镇定，丝毫没有10多年后与亲生母亲重逢的激动与喜悦，冷静的像是面对一个陌生人。我的孩子，我不要哭，我们都已经放下了，您难道还放不下吗？顾廷怀喉骨耸动了一下，想说些什么，张嘴后又觉茫然。顾云溪转身随手抽出顾瑞怀手里的信封，喂，顾云溪，你干什么？您把这个拿回去吧，二哥他已经长大了，能自己养活自己，即便住院也有心上人照顾，不需要您的钱。田静天性贪婪，如果知道能凭借顾瑞怀搭上林锦书和秦万江，往后可有的闹了。走吧，李女士，我和大哥送你出去，二哥需要静养，往后您还是别来了。云溪，我，唉，二哥你好好休息，有田静照顾我们就不操心了。什么叫有小静在，他们就不操心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老三咋没回来？李女士，田静呢？就是你们来时在病房照顾二哥的那个女人。田静向来逐利，好不容易有条件搭上公社书记，她能放过这个机会？那个田静和瑞怀是没什么关系，他爸爸是田大友，不过他年纪与我相仿，你大抵是没见过。林锦书皱了皱眉，想到田静刚刚对待他和老秦时殷勤的架势，虽然平日里也见惯了这种曲意逢迎的人，可想到这样一个人往后会嫁给自己的儿子，还是难免会觉得心里不得劲。田家那姑娘性子精明，不是瑞怀能驾驭的了的。廷怀，你是大哥，好好与她说说，知道吗？林锦书看着眼前的大儿子，自己头生的孩子，心里也满是酸涩。几个孩子里，唯有这个与他最亲。他还记得走的那天，暴雨倾盆，才看到他大腿的顾廷怀死死抱住他，哭喊着不让他走。可在乡下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，他真的过够了。再加上娘家赊贷，几个弟弟年岁还小，嗷嗷待哺。同样地主成分出身的他们，往后日子该怎么过？他作为长姐，必须承担起娘家的重担。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怎么了，大哥？多年未见，一朝见到亲妈，心里激动澎湃，想认亲了。你呀，还真是什么都说。咱们真走，真不管老二了。大哥，你瞧，能照顾的人来了，咱们还掺什么热闹？想什么呢？笑得牙都快掉地上了。顾大哥，云溪，你们过来了。认识了黄英公社书记，这么开心。黄英公社书记。顾廷怀愣了一下，旋即想到什么，面色微微一变。虽然看林锦书的穿着就知道他日子过得不错，却没想到她竟然嫁给了黄英公社的一把手，又联想到家里老爹的一腔深情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什么书记。他们母女一定是碰面了。小说里顾云溪后期的团宠人设半点没崩，不仅有深爱她的男主父亲和3个哥哥宠着，还得到了继父、继兄以及亲生母亲的疼爱。为什么顾云溪就是这么好的命？不，他不信，这些都是可以更改的。我既然能得到穿越大神的垂青，又怎么会斗不过一个土著？顾云溪没接话，他淡淡看着面前的田静，眼瞳里没有半分情绪。我刚刚乍然开口说出黄英公社书记几个字的时候，田静的表情分明是震惊的，可转头又否认了知道秦万江的身份。为什么刚刚在病房里，秦万江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？那田静在震惊什么？震惊他居然知道秦万江的身份，还是震惊于秦万江竟然是黄英公社的书记？如果是后者，那他刚刚就应该说黄英公社的书记，你说的是刚刚那位秦叔叔，这才是正常人会有的反应，所以是前者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眼前的田静真的不是最初的田静了，只不过他除了知道些不该知道的事外，表现出来的一切和上辈子并无多少差别，所以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？他到底是谁？云溪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你不是说要照顾二哥吗？那他就交给你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等两人回到家时，已经是傍晚了。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咋样啊？少棠，姐姐回来了，你有没有乖乖听话？咦，小兔子哪来的？我下午上山掏的，掏了好几只小兔子，可惜都是兔崽子，没法吃肉，就让少棠拿着完了。以后就让少棠来喂兔子，好不好呀？
顾云熙被燕少棠的反应吓了一跳，随后又是满脸的惊喜。他记得燕少棠的傻病很严重，不仅没办法自理，也不会给予正常的反应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病症减轻了？难道是空间泉水的作用？毕竟找到燕少棠后，他一直吃的都是空间泉水，也只有这个原因了。这么说起来的话，长此以往，他的脑损伤会不会治愈成为正常人？顾云熙思绪纷飞的时候，顾廷怀也把今天在卫生所的事通通告诉了顾志凤。哦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你俩本来也不是一个医务人。行了，你也少说两句吧。爸，要不你给我们找个后妈吧。爸，要不你给我们找个后妈吧。瞎说啥呢？爸这么多年都一个人过来了，还能因为这个再去找个伴儿？你少操爸的心，你们能健健康康的就够了。我说的可是认真的，说不准还能给我生个弟弟妹妹。越说越没个正形。我倒觉得小妹说的在理。爸，你一直这么惦记着，估计就是这么多年太寂寞了。要不我这当儿子的去给您物色物色。物色你个大头鬼！这么一打岔，屋里的气氛也好了许多。玩笑过罢，顾志凤又问起了不争气的顾瑞怀。对了，老二咋样了？看着没什么事，默默的过2天就能喊回家。早点带回来以后，让他住在卫生所，还有1块钱的单子喊他丈夫，让狼人咬了就呼地喊人的脏心，让他早点回来吧。这跟他去努力回家，回来了田静还咋照顾他？一语中的，屋里又是一片静默。最后还是顾西怀打破了寂静，他好奇道：“你们舅舅回来了，二哥没说啥，田静也愿意，这个子良人可真是洗不清，是不是二哥的心愿都能就此完成了？”洗不清，田静会想方设法洗清的。二哥脑中清楚，让他几天，说不定可以提神醒脑。顾西怀赞同点点头。说真的，他这几天在卫生所待的简直和坐牢差不多。顾志凤不再提顾瑞怀和林锦书，到里屋休息去了。三哥，我今儿跑了一天，太累了，准备睡会，少棠就拜托你了。你是真被狼人的外人。顾云熙一回房间，进了虚拟空间。麦子又成熟了一茬，只有种下的人参终于长出了绿油油的幼苗。现在每天能收获1茬小麦，鸡蛋能捡上100个。等晚上再把三哥偷的裤子放出来，相信再过不久就会壮大繁衍出一个群体，就像鸡群一样。如果再弄个磨盘进来就好了。仓库里已经藏了太多麦穗了。随后，顾云熙来到仓库，想到明天要去附和兰江的约，就准备给他看空间特产荔枝不应季，不能拿。枣子倒是能拿些，再加上鸡蛋和辣椒，也算是厚礼了。顾云熙忙活完须弥空间的事，就出了房间。大哥，我看里屋门开着，爸出去了。屋后头啊才去了，说是晚上的做饭。顾云熙刚欲开口说些什么，就忽然听到院子外头一阵哒哒哒的声音。什么声？我去看看。哎呦我去！老，您咋回来了？二哥，你咋回来了？是不是田静不想照顾你？早知道田静不会束手就擒，任由自己和顾瑞怀捆绑到一起，且不论照顾人他名声还要不要，单费用方面他就负担不起。果不其然，下午才做的决定，这晚上就把人给送回来。你们费尽心思不就是想让小静离开我吗？你们都走了，让她一个人照顾，怎么照顾？这么龌龊的办法，只有顾云熙你想得出来吧？顾云熙，你真是比以前更让人讨厌。是吗？我这样难道不是成全你？田静如果真的心里有你，就不会连夜卷铺盖把你给送回来了。二哥，你还没想通吗？他压根不想和你有什么瓜葛。田静嫌你穷呢，你扪心自问，你哪里比得上陈东升？小妹，你少说两句。怎么嫌我说的话难听？二哥，小妹话虽然不好听，但是田静大事你也该好好想想，别听他说几句不好听的就跟着应付。老三，你真是被收买了。你给老子住嘴！老二，说什么你？老子让你胡说八道，让你瞎说，你还有一点气？早知道没事，出现的时候，老子就该把你扔网上的意思。小妹为人负责还不够吗？你为啥能保住这样的女人？上山后被狼给赶了，还给家里人给你擦屁股，还怀疑你说这活得可怜不可怜？老子替你不行，没经过你说不如老二也努力。老二一件事跟金平安各走。没错，那你就打死我吧！这辈子娶不到田静，我宁可去死。这话一出，振聋发聩，震慑了屋里所有人。闻言，顾子凤一顿，身子咧居了一下，满脸苦涩。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没疯，是你们为了顾云熙全都疯了。因为他讨厌田静，针对田静，你们就恨无及无，剥夺我追求幸福的权利吗？祖母曾经说过，人如果没有爱，那活得还像个人吗？我从小被你们忽视，我也难过。如今终于有人看到我了，我也想一心一意对待他了。为什么你们要拆散我们？小静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竟然让你们有这么大的偏见？哪里做错了？刚刚云溪对我说，只要有他在一天，就绝不会让我好过。我好害怕，对不起了，顾二哥，我现在就送你回去，往后我们私底下就不要再见面了。
等众人反应过来，顾瑞怀就拖着伤腿朝顾云溪扑了过去，蒲扇般的大手死死掐住顾云溪的脖子，眼瞳猩红，犹如什么失去理智的野兽。顾云溪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你那么自私，活着也只会害了家里人。你去死，去死！顾瑞怀，你真是疯魔了！云溪是你亲妹妹，拉哈，撒手，你快撒手！二哥，小妹，快上木来写。顾瑞怀，你真的是疯了，疯了！顾志凤面色苍白，气息都萎靡了许多。对于一个老父亲来说，没什么比亲眼看到儿子杀女儿更刺激、更心痛的了。看你们吓的！顾瑞怀，顾家渺小，留不下你这尊大佛，往后不要再回来了。啊，不要啊，二哥只是一时糊涂。又是为了顾云溪，以前为了他忽略我，现在又为了他赶我走，看看，可笑，真可笑啊！顾云溪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以及顾志凤白了不少的头发，美眸中掠过一抹悲伤，忍着疼痛道：“二哥，田静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好。你一旦离开家，他在你身上再看不到可利用之处，会将你弃如敝履，亦或者把你当作挣钱的工具。你准备为了田静去黑市吧？民兵队这段时间严查，要捕了几次，你一定会坐牢。二哥，你转头看看吧，他为了这个家已经操心的够多了，你真的忍心让他这么大年纪看我们兄妹相残？”一字一句落入顾瑞怀耳中，让他脚步微顿，但只是一瞬，他就背影仓皇地踏入夜色中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一家子的气氛跌落谷底，最后还是顾志凤打破了僵局。行了，做饭吧。